烈日炎炎，蝉鸣聒噪。林桑拎着刚从河边洗净的一家人的衣裳，脚步稳健地往家走。17岁的姑娘，身段已经长开，不算绝色，但眉眼清秀。她刚踏进院门，就听见屋里传来一阵压抑的呜咽和娘亲拔高的怒骂声。放你娘的屁啊，宋金花，你还要不要脸啊？带着你那不知廉耻的闺女上门来逼宫啊？当我们老林家是好欺负的，是不是？他婶子，话不能这么说呀，这哪是我们逼宫，是人家张秀才自个儿瞧上了我们娇儿，非他不娶。我们娇儿也是没有办法呀，这名声，哎呀，这名声都让他坏了去，不嫁他还能嫁谁呀？你们家林桑能干，再找好的就是了，何必非要霸着一个不主意他的男人呢？我呸！坏了他的名声，哼！我看是他自己上赶着贴上去的吧。张明远那个瞎了眼的，放着我们桑桑这样正经的好姑娘不要，看上那么个玩意儿，哼！定是你们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林娇儿闻言，哭得更起劲了。婶娘，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呢？我与明远哥哥是两情相悦。两情相悦？定亲之前怎么不相悦？哦，定亲之后当相悦了。我告诉你，没门！这亲事呢，是我们桑桑的，谁也别想抢走。就在这时，院门外又传来动静，张家母子也来了。林叔、林婶，今日小侄前来，还是为了退婚一事。我与林桑姑娘性情不合，强求无益，且我心仪娇儿姑娘，不能负她，还请叔婶成全。他说着，目光扫过拎着洗衣篮站在门口的林桑。少女身姿挺拔，眼神清亮，但在他的眼中却只看到了粗野和蛮力。他听村里人说过，这林桑力气大的能扛起半扇猪，脾气也爽利的近乎泼辣。再对比身边林娇儿的温柔小意，楚楚可怜，他更是觉得自己退婚的决定再正确不过了。哎呀，明远，你胡说什么呢？桑桑是多好的姑娘。娘，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屋内顿时又吵作一团，王氏骂张家背信弃义，骂宋金花母女无耻。宋金花反唇相讥，说王氏不识趣儿。林娇儿嘤嘤哭泣，张明远铁了心的要退。张老太太左右为难，唉声叹气。别吵了，爹娘，这门亲事退了吧。什么？桑桑你糊涂了，这可是秀才娘子。娘，一个心不在我这里的男人强嫁过去有什么意思？他现在就能为了别人这般羞辱我，往后真成了亲，日日相对，哪有我的好日子过？这秀才娘子的名头听着风光，内里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这福气我不要了，让给堂妹吧。可是桑桑啊，你的名声坏了，总比一辈子毁了强。最终在林桑的坚持下，王氏纵然百般不甘，为了女儿长远看，还是红着眼眶同意了退婚。林桑被张家退婚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林家坳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哎，听说了吗？林家坳那个能干的桑姑娘呀，被张秀才退婚了。啊？为什么？桑姑娘多好一个人啊！嗨，还不是她那个堂妹林娇儿，不知怎的勾搭上了张秀才。那张家小子铁了心了要娶那个娇滴滴的，就把林桑呀给退了。哎呦，真是造孽哟！桑姑娘这下可惨了，这被退婚的女子呀，这名声可就坏了，以后要怎么说亲呢？哎呀，谁说不是呢？那张秀才呀也真是瞎了眼。林桑呢虽说力气大了些，脾气直了点，可持家过日子那是一把好手。那林娇儿除了会撒娇卖吃，她能干啥呀？舆论纷纷扰扰，有同情林桑的，也有暗中看笑话的，更不乏一些长舌妇添油加醋，将林桑描述成一个被弃之如敝履的可怜虫。翌日下午，日头稍稍偏西。阿奶，您怎么过来了？日头还晒着呢，快回屋里坐。好孩子，别忙活了，来，阿奶就在这儿坐坐。桑桑啊，阿奶知道你受了大委屈了。阿奶，我真的没事儿。嗨，你呀，
就别哄阿奶了。娇儿那丫头是她糊涂，被她爹娘惯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竟做出这等丢人现眼的事儿。你阿爷昨晚知道了，抄起烟杆子，气得直接给了你大伯好几下，骂他教女无方，把咱们家的脸都丢尽了。林桑默默地听着，没有接话。可是桑桑啊，事已至此，木已成舟，没了别的法子。那张家小子是铁了心，娇儿的名声也……咱们老林家总不能为了这事儿真闹得姐妹成仇，让外人看了天大的笑话去啊！阿奶，您别为难，我从头到尾说的都是真话。那张家我不愿嫁，堂妹若觉得是抢到了宝，那就祝她得偿所愿，我真的不伤心。好，你能这么想，阿奶就放心多了。赵氏连连点头，又从怀里摸索着掏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这个啊，你拿着，这是阿奶年轻时戴的，不值几个钱，你留着玩，或者融了打个新的花样也成。谢谢阿奶，我很喜欢。你放心，阿奶回头就让你婶娘他们帮着给打听打听，定给你再说一门顶好的亲事儿，必定要比那张秀才强。阿奶，您的心意桑桑明白，但亲事真的不急。经过这一遭，我也想明白了，女人的一辈子不是非得急着找个男人嫁了才算安稳的。我现在就想着怎么把家里的日子过得再红火些，多攒些钱给大弟将来娶媳妇儿，供二弟多念几天书，把小妹养得健健康康。至于我自己，缘分来了我不躲，缘分没到我也不强求，但无论是嫁人还是不嫁人，我林桑都得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脚下这条路才能走得踏实。好啊，真是好孩子。他原本准备好的那些安慰和承诺，在孙女这番通透豁达面前都显得有些苍白和狭隘了。又坐了一会儿，赵氏便拄着拐棍起身回去了。林桑将他送到院门口，看着奶奶有些佝偻却步伐稳当的背影渐渐远去，他低头看着手里那根温润的旧银簪，心里暖融融的。至少阿奶是真心疼他的。林桑被张家退亲的消息传到了村里周大娘的耳朵里时，她正在院子里喂鸡。林桑的丫头她是见过的，那姑娘身段利落，眉眼清正，一把子力气，忙活起来是把好手，说话办事儿也透着一股子难得的明白劲儿。当时她心里就惋惜，这样好的姑娘要是能给她做儿媳妇该多好呀。可惜她家那小子万一呢？万一林家看在我周家虽然不算富，但也不算赤贫上，万一林桑的丫头不介意汉儿的名声呢？要是真能把这样昌门立户的媳妇儿娶回来，没准真能把汉儿那颗野马似的心给拴住啊！越想周大娘心里越热乎，她再也坐不住，回屋揣上一小串铜钱，锁好院门，就直奔邻村王媒婆家去了。王媒婆听明白她的来意，一双精明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周大娘，面露难色。哎呦，我的老姐姐，不是我不帮你，你家周汉的名声，这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啊？那林家傲的林桑，就算被退了婚，可人家模样、性情、持家本事摆在那儿的，提亲的怕是也不会少。你这样，怕是去了也是碰一鼻子灰，白费功夫啊。周大娘早有准备，她把那串铜钱塞进王媒婆手里。他婶子，你说的我都懂，我不要你打包票，你就陪我走一趟，充个门面。说和的话，主要我来开口，成不成？行吧，既然老姐姐你这么成心，那我就陪你走这一遭。咱们可说好了，明日一早我去你家找你，咱们一块儿过去，成不成的我可不敢保证啊。哎呦，好，多谢的婶子。从王媒婆家出来，周大娘觉得脚步都轻快了许多。她顺路去割了半斤肉，又打了2两烧酒，心里盘算着晚上给儿子做点好吃的。回到家，她一边在灶间忙碌，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往事，心头泛起一阵酸楚。娘，我回来了。
周汉将肩上扛着的一头不小的獐子和一捆柴火丢在院角，直起身子，夕阳的余晖落在他身上，勾勒出挺拔健硕的身形。他约莫18、19岁，古铜色的皮肤，五官轮廓分明，本是极英气的长相，却因左边眉骨上那道浅疤和眉宇间挥之不去的戾气，平添了几分生人勿近的凶悍。嗨，回来啦，快洗洗手，饭马上就好。今天什么日子？割肉了？没什么，就是娘今儿高兴。高兴？汉儿，娘托了王媒婆，明天去临郊澳，给你向林桑那姑娘提亲去。周汉愣在原地，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模糊的身影，是那个在山上努力找山药，眼神清亮的像山泉水的姑娘。娘，你瞎折腾什么？就我这名声，别去祸害人家好姑娘了。汉儿，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是，外头人是那么传你，可娘知道，我儿不是那样的人。你爹走得早，要不是你豁出去，咱们这个家早就散了。是娘没用，连累了你。说这些干什么？要说，汉儿，娘见过那林桑姑娘不止一次，那姑娘眼神正，心气儿高，娘知道她肯定不是那等只听风就是雨的糊涂人。她如今跟咱们算是一样的，都顶着不好的名声，可这能怪她吗？不能，就像娘从来不觉得你的名声是真的。唉，娘是想，万一那姑娘能看得清好坏呢？她那么能干又明事理，要是她肯点头，你成了家，有了知冷知热的人，心就定了，这个家呀才像个真正的家。娘这辈子就盼着你能好。他心底深处何尝没有一丝极隐秘的向往。随你吧，不过人家要是不愿意，你立刻回来啊，不许纠缠。哎，娘晓得。周大娘见儿子态度松动，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周大娘仔细收拾了一番，穿上自己最体面的一件深蓝色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和王媒婆会合后，便怀着忐忑又期盼的心情，一路往林家澳去了。哎呦，林嫂子，今天我们来是受了白石沟周家大姐的托付，想为您家桑姑娘保一桩好媒。不知是哪户人家？林嫂子，是我家，我儿子周汉。什么？不行，绝对不行！王婆婆，周家大姐，不是我不给你们面子啊，你家这周汉，谁不知道他是什么名声啊？打架斗殴，蛮横无理，我家桑便是被退了婚，也绝对不会往这种火坑里跳啊！哼，这事儿没得商量。林嫂子，你可别动气啊！我知道我家汉儿名声不好，您不愿意是应当的。我不敢求您立刻答应，只求您能不能让我跟桑姑娘单独说几句话呀？就几句，您看可以吗？这有什么好单独说的啊？不成，桑一个姑娘家，跟个外男的母亲有什么可私下说的啊？没等让人说了闲话去。哎呦，我的林嫂子，您先别急着把路给堵死嘛，听老妹子我跟您说道。哎，嫂子，我知道您是心疼闺女儿，看不上周家小子，可是您想想，这周家大姐姿态放得这么低，苦苦哀求只说几句话，哎，咱们要是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传出去外人会怎么说哟？人家肯定会说你林家眼界高，脾气大，连句话都不让人家说全乎，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些。哎，这不近人情的名声扣下来，对桑姑娘将来总归是不太好听，您说是不是？这话轻轻巧巧地戳在了王氏的心病上，女儿的名声。王氏脸色微变，气势不由得弱了2分。再说了，嫂子，只是让桑姑娘听她说几句话，耳朵又不会掉块肉，更不代表咱们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啊，全当是全了周家大姐的这份心意，让她死心罢了。咱们大大方方的让他们说，说完了客客气气的送人走，谁也不能挑咱的理儿，是不是？反而显得您林家处事大气有格局。让他说破大天去，决定权不还是在您和桑姑娘手里吗？咱们就在院子里等着，这光天化日的还能让他把桑姑娘拐跑了不成？哎，你要是实在不放心，
我陪您在门口站着，成不？王氏被王媒婆这一番连消带打，又是顾虑名声，又是彰显气度，确实动摇了。他想着，反正自己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让那周婆子说几句，打发走了干净，也省得他一直纠缠，落人口实。桑桑，你进来一下。说完，他看也不看周大娘，拉着王媒婆就走出了堂屋，径直站到了院子的柿子树下，背对着堂屋方向，一副眼不见心不烦的样子。桑姑娘，我知道，我今天是厚着脸皮来的。我儿子名声狼藉，我来替他求亲，是委屈你了。可是姑娘，我家是诚心想要聘你做周家媳妇儿的，所以我今日想来跟你解释几句。汉儿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小时候可聪明了，可爱笑了，使得爹去得早，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受人欺负。他那时候才那么点高，就拎着柴刀出去跟那些大人拼命，浑身是伤也不哭。他眉骨上那道疤，就是替我挡石头留下的。他得凶得狠，才能护住这个家，护住我呀。是我没有，是我这个当娘的连累了他。好好的孩子被逼成了如今这副人人惧怕的模样。可他心地是好的，他能干肯吃苦，打猎做工养活我这个老婆子，从无怨言。桑姑娘，我只求你别听外头人怎么说，你用心感受一下，给他一个机会，成吗？我不敢奢望你一定会嫁他，只求你别像旁人一样，一眼就把他钉死在耻辱柱上。林桑静静地听着，心中微微动容。他想起村里关于周汉的那些传言，确实多是说他如何打架凶狠，却从没人说过他欺凌弱小，偷鸡摸狗。原来这凶名背后藏着这样的无奈和心酸。大娘，您别哭了，您的话我听到了。他没有给出承诺，但这一句听到了，对于周大娘来说已是黑暗中透进来的一丝微光。林桑客客气气地将周大娘送到院里。桑姑娘，你看这……大娘，您的心意我明白了，只是婚姻之事终究不是儿戏，关乎一辈子，不能轻率决定。您今天的来意我了解了，您先请回吧。周家大姐啊，话都说了，就请回吧。我们林家小门小户招待不周，就不多留你们了哈。他最后深深看了林桑一眼，那眼神复杂难言，终究是转过身，跟着一脸讪讪的王媒婆，脚步略显蹒跚地离开了林家小院。桑桑，快跟娘说说，那周婆子到底跟你嘀咕了什么？是不是净说她儿子多可怜，多不容易，想哄骗你心软啊？娘，她没哄骗我，只是说了一些周汉以前的往事。往事？什么往事啊？无非就是博同情的话。桑桑，你可千万别糊涂啊！娘不管你听了什么，反正我告诉你，不行，绝对不行。那周汉就是个火坑啊，你可不能自己往里边跳啊！我的傻孩子，你是不知道，那种打起架来不要命的魂不吝，脾气上来了，谁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嫁过去，哪天被他打死了，爹娘都未必能知道。娘，您别担心，我不是3岁小孩了，此事关系我终身，我自有考量，不会冲动的。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他没有说同意，也没有斩钉截铁的拒绝。这句从长计议让王氏心里稍稍安定，却又升起一丝新的不安。女儿这反应太平静了，平静的让他有些摸不透。另一边，汉儿，娘回来了，见着林桑那姑娘了，是个顶好的姑娘，模样周正，说话也稳妥。只是，他娘态度坚决得很，一听是咱们家，立刻就回绝了。林桑姑娘，她也没松口，只说婚姻大事不能儿戏，让我们先回来。早就跟你说了别去，以后别再折腾这些了，我一个人挺好。说完，他重新举起斧头，更加用力地劈向木柴，仿佛要将心中那点刚刚萌芽就被掐灭的念想也一同劈碎。那梆梆的声响在寂静的小院里显得格外沉闷。暮色四合，一家人围桌坐下，两个弟弟，14岁的大弟林柏和11岁的二弟林松，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8岁的林苗不用人招呼，自己稳稳当当地坐在凳子上，捧起了自己的碗。
姐，你做的饼子真好吃。好吃就多吃点，锅里还有。姐，你忙了一下午了，也快吃。好。哎，苗苗，过2天我去镇上卖草药，给你买对新的红头绳吧。你之前那对都松了。谢谢姐，我就要一对普通的就行，省下钱还能给家里买盐。没事儿，一对红头绳姐还买得起。我们苗苗带上新的一定好看。姐，我也要礼物。哎，你要什么要啊？你也要红头绳扎小辫啊？我才不要头绳。姐，我想要一把小木剑，铁蛋他爹都给他修了一把，可威风了。我有了木剑也能练武，以后看谁还敢欺负咱家。周大娘那含泪的声音在她脑海中响起。他得凶得狠，才能护住这个家，护住我呀。弟弟稚气的豪言壮语与周大娘描述的那个少年被迫拿起柴刀守护母亲的孤绝身影，在这一刻诡异的重叠在了一起。我看你啊，就是想偷懒，明天老老实实的跟我下地拔草去。想要木剑，哼，等你把地里的草收拾干净了再说。桑桑，别太由着他们，你那点辛苦钱自己攒着，或者是添件衣服，那是正经的哈。娘，我心里有数，苗苗懂事儿，不会乱要东西。小松嘛，等他真帮家里干了活儿，再说奖励的事儿。姐，一会儿我帮你洗碗。看着已经能分担家务、懂得体贴人的妹妹，林桑脸上的笑容更深了些。这种家人之间相互依靠、彼此温暖的平淡日常，才是他真正想要守护的。一亩草5斤20文，车前草3斤12文，蒲公英4斤16文，夏枯草2斤8文，一共56文钱。谢谢掌柜的。林桑小心地接过这一小串铜钱，心里踏实了些。他刚把钱收进内袋放好。王掌柜，快看看我们东家，刚从外地赊药才回来，路上就突发急腹症，疼得厉害。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次收来的药材里还有几只品相极好的老山参，本想赶紧入库，哎。这位大叔，我多句嘴，急腹症病因复杂，山参大补，恐不对症。若是路上受了寒气，或许可用热姜汁应急缓解，再赶紧寻医辨证施治，更为稳妥。这姑娘说的在理，姜汁性温散寒，纵不对症也暂无大碍。快去后厨弄碗浓姜汁来。林桑见他们听进去了，便不再多留，趁着众人忙碌，悄悄退出了药铺。买了最要紧的2样东西，林桑准备去买盐。穿过一条相对僻静的巷子时，却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压抑的哭泣和哀求声。周家小子，求求你再宽限几日吧，等老婆子我把那几只鸡卖了，一定把药钱凑给你。面对老人的哀求，他没有像传言中那般不耐烦的呵斥，也没有凶神恶煞的逼迫，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身形显得有些僵硬。药先拿着，钱不结。说完，他竟将手里的药包轻轻塞回到老婆婆手里，然后转身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开了。林桑站在巷口，将这一幕尽收眼底。他想起周大娘的泪眼，想起村里那些不堪的传言，再看眼前这截然相反的一幕，心中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爹娘，我今天去镇上看草药，行情还不错，想着趁现在天气好，多进几次山，多采些回来，也能多换些钱。哎呦，桑桑啊，山里太危险了，娘这心里啊总是悬着。要不让百哥陪你去？是啊，大姐，你一个人进山我们不放心，现在地里活不算顶吗？我能撑开身。娘小弟，你们别担心，我心里有数，不去深山就在外围那片转转，我熟得很，不会有事儿的。现在家里活计也不少，百哥儿多帮爹干点活，闲了就好好歇歇，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累着了。唉，那你千万小心啊，就在外围，看着不对啊就赶紧回来，听见没？哎，知道了娘。第2日果然是个晴朗的好天气，一家人吃过早饭便各自忙碌开。
林桑准备好麻绳、小锄头、水囊和一点干粮，背起那个他进山专用的大号背篓，沿着熟悉的小路向山里走去。多谢周大哥，要不是你，我怕是摔得一跤。这里陡。我知道，只是这几株黄金品相难得。周大哥，能再请你帮个忙吗？你力气大，能不能帮我把旁边这块松动的大石头挪开一点，我就能站稳了。他上前一步，双臂用力，那块对林桑而言难以撼动的石头被他轻松挪开半尺。有了稳固的落脚点，林桑再次拿起小锄头，小心而熟练地挖掘起来，尽量不伤及根须。周汉就站在他身后不远处，默默地看着，确保他不会再出意外。今天真是多亏周大哥了。举手之劳。这片再往里有野猪窝，别去。我记下了，谢谢周大哥提醒，我这就准备下山了。周汉嗯了一声，看着他背起沉重的背篓，脚步稳健地朝山下走去，那背影依旧挺直，却似乎比来时多了几分轻松。低头看了看自己刚才拖住他胳膊的手，掌心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温热的触感。他握了握拳，转身朝着与林桑相反的方向走去。桑丫头又进山了，呵，这次收获不小啊。林桑啊，你这背篓可真是沉，要不我帮你搭把手？不用不用，婶子，我背得动，习惯了。林桑笑着婉拒，脚步依旧稳健，看着他毫不费力地背着那硕大的背篓，身影渐行渐远。哎呦，了不得呀！林家这大姑娘真是比一般的小子还能干。哎呦，这谁说不是呢？看她这一趟啊，抵得上旁人富人家跑3、4趟了。这力气，这勤快劲儿，哎呦，可真是羡慕不来哦。这热闹的一幕恰好落入了悄悄溜进村子想来私会林娇儿的张秀才眼中。他躲在墙角，看着林桑背着那堪比半大小子体重的背篓。若是当初没退婚，娶了这么个力大无穷的女子回家，日后若是稍有争执，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哪里是他的对手，怕是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他生怕被林桑看见再纠缠上他，连忙低下头，像只受惊的兔子般沿着墙根飞快地溜走了，一心只想快点见到他那朵需要人呵护的娇花。桑桑，你在家吗？哎，小满，你回来啦？我才走了几天呢，怎么就变天了呢？村里那些闲话我都听说了，那张明远真是个伪君子，还有那个林娇儿太不要脸了，他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你？真是气死我了！好了，为那种人生气不值得，我现在挺好的，真的。经过这事儿，我倒看清了那张秀才的本质，耳根子软，是非不分，只看皮相。这样的男人就算嫁了，日后也未必能依靠。现在断了是好事。也就是你想得开了，要是我，非得挠花那林娇儿的脸不可。不过桑桑，我听说前2天那周汉他娘来你家提亲了。林桑点了点头，没有隐瞒。你没答应吧？虽说那张秀才是个人渣，可那周汉那名声也太吓人了，而且长得，我之前远远的看到过，眉骨处有1道疤呢，看着很是凶悍。名声这东西有时候也未必是真的，而且一个人的外貌也不能决定他的本质。桑桑，你该不会真是看上他了吧？你呀，我跟他都不熟，他怎么能那么草率？你可不要再胡思乱想喽。我这不也是担心你吗？哎呀，好了，不说这个了。我跟你说啊，2个小姑娘凑在一起聊起了村里的新鲜事，谁家闺女定了亲，谁家婆媳闹了矛盾，又说起镇上新来的货郎带来的花样子。看着林桑脚边那满一背篓的山货，你呀就是太要强了，总这么往山里跑，多危险呢。不过你也真是能干，咱们这个村像你这么能干的姑娘再也找不出来第2个了，真是有人眼瞎，把珍珠当榆木。林桑被他逗笑了，有家人的支持，有好友的真心，他脚下的路会走得更加坚定。大姐，这是什么？长得怪好看的，看起来像什么宝贝根子？这叫黄金，是一种药材，补身子很好的，比咱们平时采的那些草药要值钱些。值钱？那能卖多少钱啊？够给我买把真的弓箭吗？
想得美，具体能卖多少，大姐也不是很清楚，得明天去镇上的医馆问了掌柜的才知道。明天就去镇上，大姐带我去吧，我帮你背背喽。我也想去，可是3个人一起去坐牛车就要6文钱了。他记得很清楚，1个人要2文钱，那对家里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苗苗也一起去，没关系，等把这些草药卖了，车费就赚回来了。大姐带你们去镇上看看。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饭后，林桑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对父母说了明天的打算。爹娘，我明天打算去镇上把这次采的草药卖了，特别是那几株黄精，想着带松哥和苗苗一起去，也让他们见见世面。3个人啊，那来回车钱就得6文呢。哎呦，这娘，上次卖草药的钱加上这次，想必也不少了。弟妹们都长大了，总不能一直窝在村里，带他们去镇上看看，开阔下眼界也是好的。桑桑说的在理，让孩子们去吧。哎呦，那也得仔细的画呀。夜深人静，林家小院也陷入了沉睡。桑桑，娘，你怎么还没睡？是哪里不舒服吗？没有，娘好着呢。这个呀，你拿着，明天去镇上呢，别光想着给家里买东西，顾着那2个小的，你也给自己添着点东西啊。娘，我不要，我有钱，上次卖草药的钱我还留着呢。你那点钱呀，自己收好。王氏语气带着不容拒绝的坚持。听娘的，你也是大姑娘了，看着村里那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谁不爱个俏啊？镇上姑娘们啊，都爱用那个胭脂啊，还有那好看的头花，你也去看看，有喜欢的呢就买一样啊。我闺女打扮起来啊，肯定不比任何人差。黑暗中，林桑看不清母亲的表情，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浓得化不开的疼爱和期盼。娘这是怕他因为退婚的事心里委屈，又心疼他整日里为家计奔波，忽略了自己。娘，我听你的。王氏这才像是了了一桩大心事，轻轻拍了拍女儿的手，又给旁边的小女儿掖了掖背角，这才满足的轻手轻脚的离开了。第2日，哎呀，姑娘好手艺，这黄金挖得完整，成色也上乘。按市价，这几株黄金一共给你算140文，加上这些草药，一共是165文，你看如何？可以的，谢谢小哥。伙计数了钱给他。就在林桑准备告辞时，哎，林姑娘且慢，这是前几日那位极富正的东家留下来的，说是多亏了姑娘的姜汤妙法，他才得以缓解，所以特意留下这些铜钱聊表谢意，还嘱咐我们务必交给姑娘。这如何使得？不过是乡野土方，侥幸对上了阵后，当不得如此重谢。姑娘，你就收下吧，那东家是诚心感谢，结个善缘也是好的。我们掌柜的也说了，姑娘您是个有见识的。林桑推辞不过，只得接过，掂量一下，里面约莫有30文钱。他心中感念，又取出5文钱递给伙计。劳烦小哥转达谢意，这点钱请小哥喝碗茶，不成敬意。这是哪里来的野小子？没长眼睛吗？撞坏了我家姐儿，你赔得起吗？眼神扫过林桑几人朴素的衣着，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林松被吓住了，小脸发白。老人家，小孩子不小心冲撞了，是我们不对。我带弟弟给您和这位小妹妹赔个不是，摔碎的唐人我们愿意照价赔偿。赔偿？你们赔得起吗？看看你们这穷孙样，我这孙女金尊玉贵，吓着了，你们担待得起吗？一看就是乡下的泥腿子，没规矩。老人家，我们是乡下人不错，靠双手吃饭，行得端，坐得正，撞人赔礼，弄坏东西赔偿，天经地义。但若论规矩，张口闭口野小子、泥腿子，恐怕也不是什么有教养的体面人家能做出来的事。你还敢顶嘴？老太太被噎得脸色涨红，扬手就想打林桑。就在那巴掌即将落下时，一只骨节分明、带着宝剪的大手稳稳地抓住了老太太的手腕。老人家，街市之上动手恐有不妥，既然对方愿意赔偿，
何必咄咄逼人？你是什么人？多管闲事！周汉松开手，只是沉默地看着他。老太太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嘴里嘟囔着晦气，一把拉起还在抽泣的孙女，匆匆钻进人群走了。周大哥，谢谢你。举手之劳而已，恰巧碰到了。男子汉遇到事不怕，是自己不小心就诚心道歉，想法子弥补。若是别人无理欺辱，也要挺直腰杆，据理力争。光害怕没用。林松看着眼前这个高大厉害的大哥哥，眼里充满了崇拜，用力地点了点头。周大哥，眼看50了，一起吃个便饭吧，就当感谢你2次相助。不用，真的只是举手之劳而已，林姑娘不必放在心上，而且我也没有做什么。周大哥，我不喜欢欠人情，还请给我这个机会。好。几人来到一个街边的面摊，这家面摊生意很好，价格实惠，面碗也大。林桑给每人点了1大碗肉丝面。林姑娘，其实我娘上次登门求亲，是她太着急我的事情有些唐突了，我在这里代她给姑娘赔个不是，希望姑娘不要放在心上。哦，周大哥的意思是，那只是你娘的一厢情愿，其实你本人是不愿意的。我不是这。周汉被他一句话问住，顿时语塞，脸憋得有些红，支支吾吾半天，也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那复杂又卑微的心事。林桑看着他这副笨拙着急，与平日里凶悍模样截然不同的样子，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个周汉，外表凶悍，内里却正直善良，甚至还有点可爱，看起来好像也挺不错的。一顿饭，周汉吃得食不知味，心中无比忐忑，既因他的笑容而悸动，又因自己的笨拙而懊恼。吃完饭，周汉告辞，叮嘱他们注意安全，早些回去。周大哥，其实你娘上次也不算唐突。听了他的话语，周汉整个人如同被定住一般，愣在了原地。不算唐突，这是什么意思？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客套话，还是他真的不反感？他是不是跟村里那些只看外表的人不一样？他能看到我的真实的内心吗？周大娘从外面回来，就看到儿子坐在院里对着水缸发呆，连他进来都没察觉。他心里咯噔一下，儿子这魂不守舍的样子，莫不是在镇上闯了什么祸？汉儿，你怎么了？跟娘说，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娘，别担心，没事儿。没事儿，你怎么这副样子？你快跟娘说说。周汉看着母亲焦急的脸，犹豫再三，还是将今天在镇上如何遇到林桑姐弟，如何帮他们解围，林桑如何请他吃饭，以及最后他那句石破天惊的话，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哎呀，傻小子，你还没听明白吗？人家姑娘这是松口了，不觉得咱们唐突，那就是有戏呀。这真的能是吗？肯定是，娘是过来人，这还能看不出来？她若对你无意，只会避之不及，怎么会说出这种引人遐想的话？好啊，我儿这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不行，娘明天就再去林家探探口风。别娘，上次已是唐突，再去怕会惹人厌烦，还是再等等看吧。是，看我呀，都高兴糊涂了。等等也好。话虽如此，他脸上的喜色却掩不住，只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劲。盼了这么久，终于看到了真切的希望。林桑带着弟妹回到家时，爹娘和大哥都还在地里没回来。他让弟妹在院里玩，自己进屋，将今天卖草药和得到谢礼的铜钱仔细数了数。买肉、骨头、零碎东西以及吃饭花去了近100文，如今还剩下整整100文。他将50文用旧布包好，准备交给娘亲，另外50文则小心翼翼地藏进了自己房间柜子最里层的夹缝里。松哥儿，去把猪喂了。苗苗，把鸡鸭喂一下。姐，晚上真的有肉吃吗？中午的肉包子还没吃够。肉包子是肉包子，红烧肉是红烧肉吗？姐，肉可是最好吃的了。就是。想吃肉就好好干活，活儿干好了，晚上给你们多加2块。好。
两个孩子欢呼一声，干劲十足地跑去忙活了。哎呦，你个败家孩子，怎么放这么多的肉啊？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嘴上虽埋怨着，眼睛却忍不住往锅里瞟。娘，您就别念叨了，今天卖草药得了些钱，改善一下也是应该的。哟，这么多呀！怪不得有本事的人啊，都爱往山里钻。哼，这可比土里刨食啊，来钱快多了。哎呀，这钱啊，你自己辛苦挣来的，你自己收好。你年纪也不小了，那以后嫁人手里多点银钱，腰杆子也硬气啊。咱们家孩子多，往后2个小的娶媳妇儿那都是大头，爹娘能给你的不多，你得自己学会了为自己打算哈。林桑握着被娘亲塞回来的铜钱，心里暖流涌动，却也升起一股紧迫感。是啊，家里之前是底子薄，小的太小，能干的不多。可现在弟妹们都渐渐大了，能分担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盯着眼前的1亩3分地，否则以后大弟二弟想说门好亲事都难。他得好好想想，怎么能让家里的日子更上一层楼。饭后，林桑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爹娘，现在地里的活计不多了，闲着也是闲着，我打算明天开始带松根进山转转，采点山货晒干了冬天吃，顺便也让他在回来的路上拾点柴火。有个小子跟着，我们也放心些。苗苗现在大了，喂鸡鸭、看家这些轻省的活计呢，也能做了。你们去吧，家里啊有我看着呢。三丫头啊，又进山啊？是啊，婶子，带弟弟进去转转，顺便拾点柴火。看着姐弟俩一高一矮却同样利落的身影远去，哎呦，看看人家这一大家子心多齐啊，这日子能过不好吗？一个个都是知道为家里分担的好孩子啊。哎呦，可不是嘛！哎，我听说你家外甥不是说亲吗？我看呐，丧丫头就挺好的，你不去探探口风吗？哎呦，那我可做不了主，我那外甥啊，眼光高着呢，他自有他的主意。秋后的山林色彩斑斓，也别有一番收获。他教林松辨认能吃的野菜，又指给他看树上挂着的野山楂、沙棘果，味道虽酸，但泡水或做成果酱却极好。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几棵野板栗树，成熟的板栗掉了一地，有些已经裂开，露出里面棕红油亮的果实。姐，这个好吃，铁蛋给我吃过。板栗炖鸡是一道好菜，而且糖炒栗子在镇上也能卖钱，算是个不错的零散进项。他心下一动，姐弟俩立刻动手捡了满满一杯篓底。当他们路过那片曾经荆棘丛生的小路时，林桑的脚步顿住了，眼前的路明显宽敞了许多。那些张牙舞爪的枝条被人齐根砍断或别开，留下了清晰的处理痕迹。啊，是巧合吗？是哪个好心的猎户或樵夫觉得不便，顺手清理了？可不知怎的，他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天在镇上挡在他身前的那只大手，骨节分明，却带着几道新鲜的被荆棘划出的浅痕。原来不是巧合，是有人在背后为他默默扫清了前路的障碍。他想起周汉那总是显得冷硬的面容，想起他笨拙的言语，真是个傻子。大姐，你说什么？没什么，走吧，我们再去前面看看，多捡些板栗。只是转身继续向山里走去时，他的心绪已不像来时那般平静了。你个丧门星，不下蛋的母鸡，嫁到我们老赵家几年了，连个带瓣的都生不出来，整天就知道吃白食，干活磨磨蹭蹭。我看你呀，那就是欠收拾。那媳妇只是哭，不敢还嘴。她的丈夫赵婆子的儿子就站在一旁，耷拉着脑袋，屁都不敢放一个。嘿，赵婆子又开始了，这月都第几回了？真是可怜了春草这媳妇儿，多老实能干的一个人呐。哎，你说她嫁了个什么人家呀？碰上个什么婆母啊？这男人啊又立不起来，可真是掉进火坑了。大姐，你看见没？那个男的也太没用了，自己媳妇儿都护不住。大姐，你以后可不能嫁这样的人家去。要是谁敢这么欺负你，我就跟他拼命，我保护你。我现在力气可大了，我还会练武呢。嘿呦，我们松哥可真是长大了，知道护着姐姐了。好，大姐记住了，有我们松哥在，谁也不敢欺负大姐。
反正我以后肯定是不能像那个男的一样。周大哥说了，男子汉得顶天立地，保护家里人。林桑听着弟弟的话，不由自主的，他脑海里浮现出周汉那张棱角分明，有时显得凶悍的脸。那样一个在外面能顶天立地，在家里会默默为你清理山路荆棘的男人，若是成了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也会变得像赵家儿子这般懦弱，或者像赵婆子这般刻薄吗？这个念头一闪而过，让他心头莫名的乱了一瞬。两人无心再看，心情复杂的回了家。好吃，好吃，大姐，真好吃，又甜又面。桑桑啊，你在做饭这方面，是有天赋的。娘，你觉得，要是我们把这炒板栗拿到镇上去卖，怎么样？啥？去卖啊？娘，您看，这板栗是咱自己山里捡的，不要钱，花钱的就是这点盐和糖霜，一锅成本算下来，顶多2-3文钱。我打听过了，镇上炒好的板栗要卖8文钱一斤呢。咱们第一天开张卖便宜点，就算6文钱一斤，这一锅能炒出3-4斤，去掉成本，一锅至少能赚20文。要是一天能卖上2-3锅，那1个月下来，岂不是比爹他们冬天出去做短工挣的还多？行，你想干，娘支持你，就去试试。娘，您真好。镇上卖糖炒栗子的都是架个小锅现炒现卖，香味能传老远，吸引人。咱们也得这样，板栗得提前处理好，明天一早带上锅、柴火和调料去，让松哥儿跟我去，他机灵，能帮我烧火，也能帮着叫卖几声。成，就这么办。王氏也是个爽利性子，饭也顾不上吃了，立刻招呼全家总动员，一起清理板栗、划口子，又拉过林松细细叮嘱明天要机灵点，听姐姐的话。第二天天不亮他就醒了，麻利的做好早饭，就开始准备去镇上的东西。千万别紧张啊，安全最要紧。卖不出去也没关系，拿回来咱自己吃，千万别耽误了牛车的时辰哈。哎，知道了娘，您放心吧。林桑应下，带着弟弟背着沉甸甸的背篓，踏上了去镇上的路。到了镇上，林桑在热闹的石滩聚集区找了个空位，交了5文钱的摊租，便支起小锅，点燃柴火。第一天摆摊，心里没底，他只敢先炒一锅。大姐，这没人问呢，这可咋办？新鲜现炒的板栗，免费试吃喽！1人1颗，大人小孩不限。好吃您就买，不好吃绝不强求。果然，试吃的人纷纷点头。真甜，还面糊。小姑娘，你这板栗怎么卖啊？原价8文一斤，今天第一天开张，图个开门红，只卖6文一斤。这个价格确实实惠，众人一听，觉得这姑娘大方，也不讲价了。这个要半斤，那个要1斤。林松负责收钱，用油纸包板栗。林桑赶紧翻炒下一锅，姐弟俩配合默契，忙得不可开交。午时刚过1点，带来的板栗就全部卖完了。林桑擦了擦额头的汗，和林松一起数了数今天的收入，竟然有将近100文，去掉成本，竟赚了90文。林桑嘴角忍不住上扬，心里充满了初次成功的喜悦。哎呦，我的个乖乖，怎么这么多呀？这得有多少啊？10、20、30、90。娘，我们今天竟挣了90文。90文啊！老天爷，这才半天的功夫啊！桑桑，这，哎呦，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呀？啊，怎么就让你想出了这挣钱的法子了呀？娘，这下放心了吧？王氏不住的点头，眼睛里只剩下炕上那一小堆铜钱了。孩子他爹，明天呢，你还得照常下地。老大还有松哥、苗苗，明天呢都跟着我上山。上山？上山干啥？林桑笑着接话，把今天去镇上卖板栗的事简单说了一遍。爹，大哥，你们是没看见呢，我大姐可厉害了，就那么一喊免费试吃，呼啦啦就围上来一群人，我收钱都收不过来了，那铜板哗啦啦的。大姐，真赚了这么多？林桑肯定的点点头。好，这是个路子。趁着现在山里板栗还有，咱们就全家一起上，多捡些回来，顺便野菜柴火也都不能落下。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一个暖和富足的冬天，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畅想着未来的好日子，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希望的光芒。哎呦，林嫂子，你这是干啥去啊？出动了一家子。哎呀，能干啥？进山呗。现在地里的活不多了，趁着有空呢，赶紧去多弄些野菜，捡点柴火。家里的嘴多，还有这2个半大小子，饭量吓人。再不冒点险，多准备点，冬天啊，怕是要喝西北风喽。哎，顺便呢，也让这2个小子练练胆子，看能不能运气好，碰上只山鸡野兔的，也好给家里人添点油水啊。也是不容易啊，这山里可得注意安全。放心吧，就在外围转转，不敢往深里去的。王氏应付着，带着儿女们快步离开了村人的视线。一进山，几人目标明确，直奔那片板栗树林。在真正的营钱面前，普通的野菜都得靠边站了。从明天起呢，桑桑跟松哥负责去镇上摆摊，我带着百哥上山继续捡板栗，顺便捡柴火。苗苗在家负责喂鸡鸭，看着晾晒的板栗。简单的家务活呢，你先做着，衣服之类的等我回来再洗。孩子他爹啊，地里的活计就交给你了。大家对这番分工都没有异议，连小灵妙也挺起小胸脯，保证完成任务。爹娘，我看以后咱们赚回来的钱就先放在一起，由一个人专人保管。等到月底，咱们再一起清点，看看赚了多少，到时候再商量这钱怎么分配，是攒起来，还是添置东西，或是给每一个人分点零花钱，大家看怎么样？林老二和王氏对视一眼，都觉得这个法子公平又能凝聚人心，当即表示同意。第2日，林桑和林松再次进城，有了第1天的经验，两人从容了许多。林松也彻底放开了，不再拘谨，帮着姐姐招呼客人，嘴皮子利索的推销。婶子，尝尝咱家的板栗呗，又甜又面的，今天要是不买，明天可就没了。大叔，给家里孩子带点吧，可好吃了。他机灵讨喜，还真招揽了不少生意，基本每天不到50带来的板栗就能卖完。就这样忙活了将近1个月。这日晚饭后，一家人洗漱完毕，都聚在了林老二和王氏的屋里。去掉这些日子买糖、盐和摊租的成本，这个月我们净赚了1930文。天爷呀！哎呦！昏黄的灯光下，一家人围着那堆象征着希望和未来的铜钱，脸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这1个月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值了。都静一静啊，听我说，我跟你爹之前呢就商量过，这钱啊是咱们全家一起挣来的，自然得好好的规划。一共是1930文，接下来咱们分一分。他目光扫过每一个孩子，缓缓说道：桑桑啊，这主意呢是你想的，摊子主要呢也是你撑起来的，功劳最大。这钱吧，你拿大头，分600文。林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王氏摆手制止了他。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啊，来拿着。百哥、松哥，这些日子呢上山下力气，捡板栗、背柴火，没少受累。你俩呢，一人分300文。苗苗这些日子看家喂鸡鸭，也帮了大忙，来分100文。剩下的这630文呢，我跟你爹收着，算是宫中的，留着家里日常开销，添置东西或者是应急用。这个分配方案既突出了林桑的贡献，连最小的林苗都有份，可谓是十分公平周到。第1次的入账分配完成，更是给大家的心里打了鸡血一样，每个人都暗暗发誓还要更努力一些才行。林家靠着卖炒板栗赚了钱的消息，不知道从谁的嘴里传了出来，随后就一阵风似的在村里传开了。哎呦，听说了吗？那老林家呀可是发了财了，这天天都往镇上跑，那铜钱呀赚得哗哗的呢。可不就是嘛，拿着山里不花钱的野果子，转头就换成银子，这钱赚的可真轻巧啊，这好意思没人独吞呢。就是呀，那山是大家的，凭啥就他们一家发财？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就差没扬开声音喊的全村人都听见了。这话也很快就传到了王氏耳朵里。我当时谁在那放屁呢？原来是你们这几个闲得定腾的。那山是大家的没错，
山门大开着，又没拦着你们。哎，有本事你们也进去捡呀，也去镇上卖呀。哼，光会在这嘴皮子一碰巴巴的啊，有红眼病犯了是吧？看我林家日子过得好了，就浑身不自在了是不是啊？哎，李翠花，就数你嗓门大，你敢进那深山里吗？啊，怕不是听了那狼叫就吓得尿裤子了吧？啊，哼，没那个胆量就别在这酸鸡姐。老娘带着孩子进山，那是把脑袋放在裤腰带上挣的辛苦钱。你们谁敢说个不字啊？谁敢跟我一起进山走一遭啊？哎，行了行了，林嫂子说的在理，人家敢冒险就能挣钱，你想挣也得有那个胆量和本事才行。被王氏这么一闹，明面上的风言风语倒是少了许多。林家这边则抓紧时间进行板栗生意的最后收尾，山上的板栗树就那么多，能捡的几乎都捡完了，也就趁这几天赶紧卖一卖，收点钱回来。孩子娘，村里的赵老四跟我说，镇上的码头最近接了一笔大单，卸一批北边来的皮货和药材，时间紧，正急需人手的，工钱给的高，一天有40文呢，还管一顿晌午饭。我看啊，咱家板栗也差不多了，我想着趁还没有上大洞，我去干几天也能多攒点。行，你去吧，家里现在有我们，你放心。码头上活重，你可得仔细着身子啊！累了就歇歇，别硬撑。工钱少点就少点，人最重要，知道没？我知晓轻重。第二天天不亮，林老二便和林桑、林松一起坐牛车去了镇上。怎么才来？都开工了？对不住，管事的，俺帮闺女送了趟东西，耽搁了，下次一定注意啊！赶紧去那边领牌子，跟着干活。好，这就去。林老二弯腰打着哈哈，赶紧去忙了。这边发生的一切都被不远处一个身影看在了眼里。林叔，你是？我是白石沟的周汉。林叔是来这边干活的？哦，原来是周家侄子啊！前阵子你娘是不是去过我们林家坳？是我娘，她是去过。林叔，那件事是她唐突了，我代她跟您和婶子赔个不是。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你也在这里做工？是林叔，我在这码头做些活计，主要是帮着工头调度一下人手，看着货物装卸不出岔子，偶尔也处理一些不长眼来闹事的人。他说的比较含蓄，但林老二在村里活了这么多年，一听就明白了，这哪里是普通的力工，这分明是个有些权势的小头目，或者说是靠着拳头和威信在这里立足，能镇得住场子的人。是这样啊，真是年轻有为，那挺好。刘管事，这位林叔是我一个远房亲戚，人老实肯干，分到我们队里吧，我带着他。行，你看着安排。周汉领着林老二去领了工牌，又帮他找了件结实的搭肩布。干活时有几包特别沉的大件药材，周汉都默不作声地抢先一步扛起，或是与林老二一起抬，分担了大半重量。周家小子，今天真是多亏你了，不然我这老骨头还真有点吃不消呢。林叔客气了，应该的，您叫我汉子就行。而林老二看着这个名声在外，接触下来却发现话不多却肯实心帮忙的年轻人，心里也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只觉得传言果然不可尽信。林老二在码头有周汉的照应，活计干得顺心，虽辛苦却不受气，每日能领到足额的工钱，劲头十足。林家这边，山上的板栗也终于彻底捡拾干净，炒板栗的生意正式宣告收尾。加上之前剩下和这个月赚的，一共是3760文。哎呦，老天爷，这才2个月啊！咱家种地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年到头刨去了开销，能落下2两银子，那都是谢天谢地了。要是年景不好呢，怕是连吃饱饭都是问题。真是，还是这做买卖来钱快啊！是啊，娘，地里的出息是家里的根本，不能丢。但要想日子过得宽裕，光靠土里刨个食儿确实难。弟弟妹妹们现在对银钱还没有太深入的了解，只知道家里有钱了，他们就能吃上肉了。看着娘和姐姐开心，他们也很开心。桑桑啊，这板栗卖完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啊？还没想好，先歇2天看看再说。这2个月大家都辛苦了，明天我去镇上买点肉，咱们好好庆祝一下。既然挣了钱，
也不能太亏待自己。我再去看看炭和棉花的价格，合适的话咱们囤点儿，给弟妹们都添件新棉袄。王氏想了想，点头同意，又转身回屋，拿出一件半旧的厚棉衣。明天去镇上，顺道给你爹捎去。码头上风大，看看他怎么样了。哎呦，这身体吃不吃得消啊？哎，知道了，娘。爹，还热乎着，您赶紧吃。桑桑啊，你是不知道啊，多亏了汉子照应我，重活都是他抢着帮我干的，在这码头上也没人敢欺负咱，真是个好小伙啊。周大哥，谢谢你照顾我爹。他接过林桑顺势递过来的2个还烫手的大肉包子。谢谢，举手之劳。林叔干活很实在，板栗都卖完了。昨天算是彻底收尾了，我来镇上买点过冬的炭和棉花。码头这边每天人来人往，南来北往的商客，扛包卸货的力工，还有等船下船的旅客，人多嘴就杂，需求也多。这大冷天的，谁不想吃口又方便又热乎的东西啊？林桑听着，眼睛微微一亮。是啊，码头，他之前怎么没想到，这里的人流量可比他摆摊那条街大得多，而且都是干体力活的，舍得在吃食上花钱。周大哥，我之前做吃食生意惯了，还是想找个地方摆个小摊儿。这边人流量比镇上那边大多了，可我看这边街道挺干净的，只有远处有饭馆，这里能让摆摊吗？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边归我们工头管，划出块地方不打紧，只要东西干净好吃，别堵了路就行。他这话说的轻描淡写，却让林桑心里一震，能轻易决定在哪里摆摊，这周汉在码头的能力绝不只是个小头目那么简单，这让他对他的认知不禁又高了一层。周大哥说能帮忙搞定摊位，到时候赚了钱我们给你分成。不用，眼下关键是你想好卖什么了吗？天冷要快要热要顶饱，还要方便拿。我明白了，谢谢周大哥提点，我回去就跟家里人商量。他内心一片火热，仿佛已经看到了新的生意在向他招手。姐，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吃饺子。松哥儿，这碗你给阿爷阿奶送去，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让他们两老也尝尝鲜。我不去，我讨厌去大伯家，看见堂姐我就想拿石头丢她。不去？那今晚的饺子可没你的份啦。林松纠结地看看香喷喷的饺子，又看看大姐不容商量的脸色，最终屈服于美食的诱惑，不情不愿地端着碗走了。饭后，林桑把大家叫住，说起了今天在码头的见闻。周汉，怎么他也在码头上啊？他是不是对你有想法？哎，我可告诉你啊，娘，我现在说的是正经事儿。周大哥在码头不是普通工人，是个能管点事儿的小头目。爹去了，就是他帮忙调到队里的，这才轻松很多。不然就爹那老实性子，在码头上不知要遭多少罪。王氏一听愣住了，能管人，在他朴素的认知里，能管人的那都是了不得的官人。他暗想，这个周汉是魂不吝了点儿，但是还挺有本事的，年纪轻轻的，哼，就能管人。娘，现在关键是我们冬天的生意，来年手头照样紧。今天周大哥提了建议，说是码头人来人往，很适合卖吃食，但我还没有想好具体做什么，大家一起想想。天冷，在码头上卖什么又快又热又能吸引人？姐，你包的饺子就很好吃啊！卖饺子刚出锅，烫乎乎的，吃着可暖和了。包饺子太费功夫，天冷和面和馅都动手，而且不方便路人拿着吃，得准备桌椅，不划算。那卖烤红薯，热乎乎的，放在手里拿着吃就行，还能暖和一下手。烤红薯香是香，但不解饱，干活的人吃了不顶饿，而且价格卖不高。卖糖水。苗苗，糖水不解渴也不顶饿，不行。大家七嘴八舌提了些想法，都被林桑以各种现实理由驳回了。最后一直沉默思索的王氏开了口：我年轻时候啊，有一年冬天去镇上，看见有人支了个大锅卖那种热乎乎的羊杂汤，配上烤的焦香的饼子。哎呦，那汤锅一直滚着，香味能飘出老远，摊子跟前聚了老多人啊，大家伙都在排着队等。
那干活的人呢，喝上一碗热汤下肚，浑身都暖和了，而且饼子呢又能顶饱。哎，我看啊，这个不错。林桑听着母亲的话，眼睛越来越亮。羊杂成本不高，汤可以提前熬好，一直加热，饼子也能提前准备，又快又热又顶饱，还方便携带，甚至可以让人端着碗站着吃。娘，您这主意好，我看行，就卖羊杂汤配烤饼。娘，这羊杂汤听着是好，可细想起来麻烦事不少。首先，这锅就不够，咱家就一口最大的铁锅，既要熬汤，到时候出摊还得用它来一直热着汤。那饼子怎么办？总不能也用一个锅吧？哎呀，这熬汤的锅好说，我看呀，就用咱家这最大的陶罐，虽然慢点，但熬出来的汤呢，味道厚。出摊的时候啊，就用大铁锅装汤，一直坐在火上咕嘟着，哎呦，这香味也足。那烙饼的锅呢？咱家可没有多余的铁锅了，那东西贵着呢。这事儿我想了啊，我明天啊就去你陈叔家一趟，他是木匠，有个废弃的旧铁锅，边上呢裂了道缝，烙饼是不行，但我看呢磨一磨，当个平底的鏊子用应该还行。到时候呢架到火上烤饼，比锅快还省事儿。啊，我拿一些鸡蛋去跟他换，他肯定乐意啊。锅的问题解决了，林桑又想到面食上。和面也是个大事儿。天这么冷，面发得慢，咱们要是现和现烙根本来不及，而且每天要用的面不少，全靠手和，太累人了。用这个大盆和面，头天晚上就把面和好，用厚被子呢把盆包严实了，放在灶堂边上，借着那点余温，一晚上你就能发起来了。第二天一早我跟你一起早点起来烙饼。至于累，不是还有百哥吗？半大小子吃得多，力气足，以后家里和面的重活呢就交给他。娘，大姐放心吧，力气我有的是。还有工具，碗筷咱们家肯定不够，总不能让人用手捧着喝汤吧。我明天再去镇上看看，要不要买点碗筷回来。这个东西不能出去借，大家家里应该都没有多余的。这些东西好说啊，价钱不贵，咱自个儿家呀也能用得上。再就是葱花、香菜，咱家菜园子里还有点儿，我明天去薅了，洗干净切好。盐和胡椒面我明天也得买，这是基本的调味料，不能省。那柴火吧也得准备足，码头上可没地方捡柴啊。娘，柴火交给我，我明天一早就上山多砍些耐烧的硬柴回来。那我明天再去看看卖羊杂的地方，我记得镇上有专门卖下水的摊子，比肉便宜得多，就是咱们不会处理这个东西，家里买的也少。你尽管去买，把价格谈好就行，剩下的交给我，买回来呢这些活娘来做，保准弄得呀干干净净，没一点异味。好嘞。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将能想到的问题都摊开来说，一起想办法。等所有能想到的问题都解决了之后，王氏深吸一口气，眼中却充满了斗志。好，就这么干。明个开始呢，我们就分头准备，等东西齐备来，咱先在家里做上一次，自己尝尝味道。行了再去码头。大家都很兴奋，跃跃欲试。娘，这羊肺也要搓洗吗？焯水要多久？都要洗，肺管子里的泡沫呀最脏，焯水看到变色，血沫子浮起来就行，久了就老了，可就不好吃了啊。处理完羊杂后，羊骨汤还在陶罐里咕嘟着，散发出浓郁的香气，还要多熬一段时间才能熬出真正的精华。王氏忽然想起陈家给的荷包，小满这孩子真不错，日后不知道便宜了哪家的混小子。也就是我们家百哥啊，年龄不匹配，要不我真想厚着脸皮啊去求上一求。一旁默默劈柴的林柏闻言，脸瞬间红到了耳根。我们百哥再过2年也该说媳妇了。哎呀，是啊，到时候啊这娶媳妇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又得盖房子，又得准备聘礼。现在好姑娘啊聘礼都不低，咱不能委屈了人家。娘，我不着急。说什么傻话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姐要嫁人，你也得娶媳妇儿。我们辛苦点儿，遭点罪不算啥。要是这羊汤摊子真能起来，还愁给你说媳妇儿啊？到时候啊，都得是好姑娘自个儿求着上门。
我也要娶媳妇儿，到时候让媳妇儿自己骑着毛驴来。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呀？啊，还媳妇儿自己骑驴来？我看你长得像驴。二哥脸长，长得像驴。与灶上越来越浓郁的骨汤香气交织在一起，温馨无比。汤熬得差不多了，王氏开始指挥烙饼。饼子烙完，羊骨汤也熬好了。王氏将处理干净的羊杂放入滚沸的汤中，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待到羊杂熟透，汤色愈发奶白浓郁。他撒上一大把翠绿的葱花和香菜，满意的点点头。哎呀，成了！羊杂汤的鲜香瞬间弥漫了整个院子。哦，太好吃了，姐！娘，这个肯定能卖钱。暖洋洋的，真好喝。林柏虽然没说话，但那迅速见底的碗和意犹未尽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大家觉得怎么样？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众人一致摇头，认为非常成功。汤还有不少，我们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再烙些饼。我带去码头给爹和周大哥他们尝尝，要是他们也觉得好，再请周大哥帮忙给码头的管事儿分一分，听听他们的意见。让你大弟啊跟你一起去。汤和饼呢装到木桶里，用厚棉被紧紧的裹住，这样送到码头啊还是热乎的，吃着才好。爹，周大哥，快尝尝。两人也不客气，接过碗就着饼子大口吃了起来。热汤下肚，驱散了码头的寒气。羊杂软烂，汤味鲜纯，辣椒带来的暖意从内而外散发开来，额角都渗出了细汗。两人吃得酣畅淋漓，半晌没说话。怎么样？很不错，汤鲜饼香，吃完身上暖洋洋的，很顶饱。那用这个摆摊，周大哥，你看可行吗？可行，可以先试试。这里面还有很多，周大哥，你看需不需要在码头上给大伙儿分分，让大伙儿都尝尝鲜？你把东西留下，带着凌波先回家，后面的事情我来解决。你先回去等消息。那就拜托周大哥了，我和大弟先回去。路上小心。去的路上，林白忍不住小声对姐姐说：“姐，这码头真大真热闹，人也多。周大哥在这里好像很有脸面，我看那些人都很怕他，但又听他的。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姐，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这种事情急不来，就别操心我的事儿了。你呀，还是好好想想接下来要吃的苦吧，还有心思想别的。只要能挣钱，让家里过上好日子，那就不叫吃苦，我很乐意。你想的还怪通透嘞。周汉看着林桑姐弟二人的身影消失不见，转身回去，将留下的羊杂汤和饼子分给了码头上几位说得上话的管事。村里一位相识的妹子手艺不错，想着出来摆摊给家里补贴家用，今天特地大早送过来，想听听各位大哥的意见。几位管事纷纷打趣，说周汉莫不是在追求人家，使劲给找好处呢？周汉含蓄地笑了一下，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态度不明，又趁机把林桑打算把摊位摆到码头的事说了。以后几位管事过去吃，全部半价。开业第一天，我请客。汉子，你放心，这事我们肯定支持。就是，以后那摊子我们罩着，看谁敢找麻烦。周汉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算过了，这里管事人数不多，半价损失不大，却能卖个人情，让林家的摊子无形中得到保护，这生意便稳了大半。搞定了众人，周汉找到林老二，给他放了1天假，工钱照记，让他回去通知林桑尽快准备，并转达了给管事们半价优惠的事。林老二听完，心中对周汉更是感激，不知如何表达，只想着回去跟闺女商量，日后得多谢谢人家。当家的，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可是码头上出了什么事啊？没事儿，我就是着急回来汇报好消息，走得急了一些。然后将周汉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周汉这么尽心尽力的帮忙，所图恐怕还是……桑桑啊，你倒是说句话，你不是说你自有考量啊？这怎么到现在跟周汉是越走越近了？娘觉得周汉不好吗？他当然不好。哪里不好？他名声不好。还有呢？还有……王氏顿住了，想了想之后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他除了道听途说，似乎再也举不出周汉具体的不好来。
海子娘啊，我在码头上这些天看得真切，汉子那孩子呀，话不多，但做事儿有章法，讲义气，肯担当。他照顾我不是虚情假意。码头上那些混不吝的，见了他都是规规矩矩。我看他不像外面传的那样，是个好孩子。哎呦，你就是耳根子软，被人一点好就收买了。他要是真那么好，这么多年在村里的名声能一直不变吗？可是娘，今天我也看见了，周大哥在码头很有威信，那些管事都给他面子，可见他是有真本事的人，肯定是村里的人嫉妒瞎说的。他爹去得早，族里人欺负他们孤儿寡母，想霸占田产。他那时候才12、13岁，是被逼着拿起柴刀，用一身伤和那股狠劲儿才护住了家，护住了他娘。眉骨上那道疤就是替他娘挡石头留下来的。我们家就是土生土长、地里刨食的人，没有任何根基。这个世道，女子注定要嫁人，否则哪有活路？上次与张秀才定亲，是图他可能有前途；退婚，是我看清了他内里的自私与不堪。娘，我不想随便找个普通村汉，一辈子过着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日子。我林桑是有野心的人，既然出身如此，选择不多，那我更要找一个与这村里与众不同的人。我觉得周汉很好，他有能力，有脑子，有胆识，能护出想护的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我觉得不是跳火坑，而是找到了归宿，找到了安全感。如果周大哥再次开口提亲，我想我会应下。大姐，我们支持你。周大哥很好，很厉害。就我跟厉害的人在一起，才没人敢欺负我们。去，桑桑，你是认真的？再认真不过。林桑迎上母亲的目光，毫不退缩。王氏半晌无言，最终化作一声长叹。嗨，你叹什么气呀？事情还没到那一步呢，而且你以后也要跟着去码头摆摊，有的是机会慢慢观察。不过好女婿也不能观察太久，我怕被旁人抢了先。码头上可是有人一直想把自己的侄女说给汉子呢，只是汉子总以名声不好推拒罢了。他怕耽误人家好姑娘，就来霍霍。好了，爹回来一趟不容易，我们来说说正事吧。既然事情定下了，那就赶紧把摊位支起来吧。王氏也适时插嘴道：明天早点，桑桑你跟你爹去找李老伯，把他的牛车租下来。记得多给点钱啊，帮忙把那2口锅还有碗筷这些大件呢先送到码头去，这样以后进城就不用大锅小锅的麻烦。顺便把羊杂羊骨跟调料买回来。我们先在家呢把第一遍汤熬起来准备好。柏哥跟松哥呢明天没事呢就继续上山砍柴，我们苗苗呢在家里看顾家里，准备发面。看大家都没有意见，就赶紧打发他们早点休息，从明天开始就有的忙了。众人赶紧各自回屋，这一夜大家都睡得无比安稳。以后你自己开门锁门，钥匙收好。周大哥，这地方我们不能白用，我们付租金吧。不用，跟总管事说好了，每日免费给他送碗热乎的羊汤就行。放心，肯定给他管饱。周大哥你以后也来吃，全部免费。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着话，林桑趁机将带来的葱花饼递过去。周大哥，这是我早上现做的，还热乎着，你赶紧吃。交给周汉，又跟他告辞说要去采购食材，林桑便招呼着父亲离开了。老板，我们来了，今天要3副羊杂，羊骨也照旧多来几根。好嘞，姑娘，生意开张了吧？一看就是红火相。3副羊杂，一共24文，羊骨老规矩，他给你。林桑痛快地付了钱，又去调料铺补充了盐、胡椒，尤其那辣椒粉，他咬牙买了1斤，花了50文，这可是吸引顾客的秘密武器。回到家，王氏立刻接手，开始麻利地清洗羊杂，林桑则带着弟妹们做其他准备。林柏劈柴，林老二挑水，林松、林苗帮忙洗葱香菜，一家人如同上紧了发条，为明天的开业紧锣密鼓地忙碌着。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做着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定价格。一副羊杂8文，能出大概10碗汤，加上羊骨、调料、柴火、葱花、香菜的成本，1碗汤的成本大概在2文半到3文钱，饼子一个的成本不到1文。
咱们定价，羊杂汤6文1碗，饼子2文1个。哎，那个，咱第一天开业啊，可以搞个彩头，买1碗羊杂汤免费送1个饼子，这样看着实惠也能吸引人啊。大家觉得这个主意好，算下来，如果卖掉1碗汤加1个赠送的饼，还能净赚2文多。若是单买饼或者再加汤，赚得更多。想到可能的收益，大家都充满了干劲。好香啊！这是什么味儿？那边新开了个摊子，卖啥的？走，去看看。各位大哥，新出锅的羊杂汤，热乎暖胃，还可以额外加辣子，焦香烤饼，外脆里软。今天开业，买1碗羊杂汤，免费送1个饼子。羊杂汤多少钱1碗？6文1碗，送饼子。这价钱在码头可谓十分实惠了。给我来1碗尝尝。要1碗。我的要多加辣子。人们或蹲或站，就着码头清晨的寒风，呼噜噜地喝着热汤，啃着饼子，滚烫的汤汁混着辣椒的暖意下肚，驱散了一身的寒气。嘿，这汤真不赖，够味儿。这饼子也香，6文钱，太值了。好评如潮，吸引来更多的人，小小的摊子顿时一片火热。等到第一波人流稍歇，摊前终于能喘口气时，各位管事大哥来了，快请坐。今天第1天开业，感谢各位对小摊的关照，这顿我请客，各位敞开了吃。汉子，你看看，小老板抢了你的风头了，你这不得好好谢谢人家？我的跟周大哥的是一样的，谁请都一样。这话一出，众人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更响亮的哄笑，眼神在周汉和林桑之间暧昧的逡巡。王氏在一旁听得脸臊得通红，这丫头一点不知道矜持。周汉更是直接愣住了，必须问清楚，不能再这么猜下去了。不管周汉怎么魂不守舍，几位管事倒是吃得心满意足，任谁大冷天的吃得身上冒汗，心情都好。小老板，你在这码头摆摊尽管放心，以后有什么不长眼的来捣乱，或者遇到什么难处，随时来找我们哥几个，别的不敢说，在这码头1亩3分地上，咱们还是能说得上话的。没错，有事直上哈。有这几位大哥的话，我可真就放心啦，真是太感谢各位了。既然各位大哥这么关照，那我也不跟大家道外了，以后各位管事大哥来我这喝羊汤，全部收半价，饼子管饱，只要各位不嫌弃我这摊子简陋，随时过来。哎呦，小老板这也太仗义了。那咱们以后可有口福了。成，就冲小老板你这爽快劲儿，咱们肯定常来。众人又笑着打趣了周汉几句，诸如汉子，你这面子可真大，咱们是沾了你的光啊之类，说的周汉耳根又有些发红，这才心满意足的告辞离开，各自忙活去了。周汉站在原地没动，他看着林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又不知如何开口。周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有话想问我？刚才你说我的跟周大哥的是一样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林姑娘，我会当真的，我会误会的。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意思呀。周汉瞳孔微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难道周大娘上次去我家提亲的事情不作数了？还是周大哥移情别恋，看上别的姑娘了？没有，我没有，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我？我的名声不好，他们都说我。因为你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口中的你也不一样。我的心能感受到，周大哥，你是有能力的，有担当的。我喜欢有本事能护住身边人的男人，这让我感觉很安心，也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他们都说我打架不要命，你不怕吗？你会打我吗？绝不会。那不就结了？对于该打的人就不要留情，有些人只有知道痛了才会懂得害怕。所以周大哥，你娘的提亲我应下了，你呢？只要你不嫌弃我，以后周家就是你说了算，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记住你今天的话，周汉，我希望我没有看错人。绝不会，我发誓。周汉再次重重承诺，心事说开，两人之间的气氛瞬间变得不同，一种无形的亲密和默契萦绕其间。
周汉帮忙干活更加理直气壮，仿佛已是自家事。王氏悄悄把林桑拉到一边，我已经当着周大哥的面应下了周家的亲事。你真应了？你这孩子怎么如此大胆啊？你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哎呀，娘，您再观察一阵嘛。若到时候您觉得他不好，再说。王氏看着女儿笃定的样子，又看看那边勤快帮忙的周汉，终究是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第一天的生意异常红火，带来的所有食材在午时刚过就销售一空。周大哥，你快去忙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不妨事，总管事今天不在，你们第一天开业，我帮着收拾妥当，你们也能早点回去歇歇。那明天可不能再这样了。好。回家第一件事依旧是数钱。虽然羊汤的成本比板栗高，但收益也更加可观。经过仔细清点，去掉所有成本，第一天净赚了足足120文。还按老规矩，钱先放一起，月底再一起算账分红。第二日，经过昨日的磨合，大家更是驾轻就熟，生火、热汤、烙饼各司其职，忙而不乱。老板娘，给我来一碗羊杂汤，多放辣子。小老板，这边加2个饼子。哎，好嘞，马上来。我的汤快喝完了，再给我续半碗。好，来了，您稍等。摊子前很快围满了被香味吸引来的苦力和脚夫，吆喝声、点单声、道谢声此起彼伏。忙过了清晨最拥挤的那一阵，人流稍缓。小姑娘，你这羊汤怎么卖的？老伯，羊杂汤6文钱一碗，饼子2文钱一个。这怎么吃啊？连张桌子也没有。老伯啊，咱这小摊比不得大馆子，大家都是捧着碗，或蹲或站，就在这路边吃了，图个热乎实惠。您要不试试？味道保管不差。成，那就给我来一碗。哎，好嘞。老者接过粗糙的海碗，也不讲究，就着碗边便嗦了一口滚烫的汤汁。是，就是这个味儿，够正。姑娘，手艺不错，汤头熬得到位，火候正好。老伯您喜欢就好，欢迎您随时光临。老者痛快地付了钱，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姑娘是刚开始在这里摆摊吧？之前这里可是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对，昨日是第1天开张。那你在这码头摆摊，可去官府过了明路了？过明路？老伯，这是什么意思？我没听说过。就是在官府衙门里报备一下，登个记，领个准许摆摊的凭证，相当于官家认可了你在这儿做买卖。有了这执照，往后若是有人寻衅滋事，或者遇上什么纠纷，官府才能名正言顺地管护着你。不然你这算是私设摊点，说撵你走就撵你走，辛苦置办的家什被打砸了都没处说理去。多谢老伯提点，我之前不知道还有这等规矩，等今天忙完了，我立刻就去衙门问问。尽快办了吧，稳妥些。周大哥，今天有位老伯来喝汤，提醒我们要去官府过明路，办个摆摊的凭证，说不然不受保护，这事儿你知道吗？这事确实是我考虑不周了，光想着给你们找个地方，觉得你们是小本经营，可能用不上，就没往这头想。现在看来还是稳妥些好。今天算是遇到明白人了，点醒了我们。明天一早，等你们忙完早事，我带你们一起去衙门办理。我认识里面一个姓王的书吏，专管这些市集商贩登记之事，找他应该能顺利些。你居然在官府里也认识人？周大哥，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那你可要多多关注我，才能更深的了解我呀。原来周大哥还有这么调皮的时候。周汉被他笑得有些不好意思，忙转移话题。今天生意怎么样？托您的福，全卖完了。那便好，这是准备回去了？得赶紧去买点明天的食材，然后赶回村的牛车晚了就赶不上了。路上当心，注意安全。好。小镇华灯初上，位于主街的醉仙楼正是热闹时分。
周汉定了间安静的雅阁。王大哥，今日请你来是有件事想麻烦你。哦，但说无妨，跟大哥还客气什么？是我一位朋友，他家在码头支了个卖羊杂汤的小摊，生意刚起步。今日听人提醒，才知需来衙门办理市级凭证，方算过了明路。我想着大哥主管此事，能否行个方便，尽快帮他们把手续办下来？这位朋友怕是位姑娘吧？什么都瞒不过大哥。看来你小子好事将近呀！就这点小事儿，放心，明日你直接带人过来寻我便是，保管办得妥帖。我说兄弟，看来我这位弟妹很是不一般呀，能让我们周老弟这般上心，亲自来跑腿说笑。大哥说笑了。好，不说笑。不过周老弟，这可是大喜事儿，成婚之日定要通知我。你嫂子若是知道你这棵铁树终于开了花，不知道得多高兴。她前些日子还念叨想托人给你说门亲事，这下可好，她可以省心了。一定，届时还请大哥和嫂子赏光。嘿呦，这位爷想看牛？我们这儿有新到的几头好牛，正直壮眼，力气足，那性子也温顺。周汉仔细看了那几头黄牛，确实精神。这头什么价？25两银子，不二价。我再想想。离开牛行，周汉心中已有了计较，看来是该回家一趟了。出来做工这些时日，不知娘独自在家如何，天寒地冻的，他定然又舍不得烧炭取暖。更重要的是，他得进山一趟。这个时节，山里那些皮毛丰厚的家伙也该出来活动了。若能侥幸套只狐狸，尤其是毛色好的血狐或火狐，那卖皮子的钱买头牛绰绰有余。心下打定主意，等忙过这几天，陪林桑办完凭证，便立刻回家。怪不得你小子如此上心，原来弟妹是如此灵秀的人物。多谢王大人相助。哎，叫什么大人？跟汉子一样，叫我王大哥便是。以后在码头有什么难处，尽管让他来告诉我。又寒暄几句，两人才告辞离开。真好，从今往后，我们也是官府认可的正经摊贩了。林桑，过几日码头活计暂歇，我准备回家一趟，看看我娘。应该的，大娘一个人在家，天又冷，是该多回去看看。这次回去，我会把我们的事情跟我娘说清楚，也让她高兴高兴。另外，我想尽快把我们的关系定下来。上次我娘贸然上门是有些唐突了，这次我想正式一些，也想问问你的意思。这种事自然是长辈们做主，你们商量好了，提前知会我一声便是。好，我回去就让我娘准备，你放心，绝不会委屈了你。林家接连几天往镇上跑，还在码头那种地方站稳了脚跟。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林家澳及周边几个村子传开了。哎，听说了吗？老林家在码头支摊子卖吃食呢。码头那可是好地方，听说管得严着呢。他们怎么进去的？哎呀，谁知道呢？许是走了什么大运，结识了什么贵人吧。我看呢，是桑丫头本事。那丫头自打退了张家那门亲，人是越来越泼辣能干了。可不是嘛，听说呀，现在天天能见着现钱，连葱香菜都要在村里花钱买了，可见呐，是赚了钱的呀。哎呦，了不得喽，这林家是要发达了。这流言自然也传到了邻村周汉的娘周韩氏耳中。这下更没指望了，人家如今眼瞅着要起来了，哪里还能看得上我家这个混不吝的小子？真是造化弄人呢。娘，怎么了？可是有人来家找麻烦？不是，没人找麻烦。那是什么事啊？能让您愁成这样？是家里银钱不够了？哪里呀？是林家傲的林桑他们家，村里都传遍了，说他们在镇上码头出摊儿，每天能赚好多钱，家里用的葱香菜都在外面买呢。你不是最近也在码头干活吗？没见到他家摊子？见过。哎呦，这下好了，
人家本身就看不上你，现在发达了，更是不可能考虑你了。哎，娘最近呢，再去找那王媒婆问问，看谁家有合适的姑娘，再帮你打听打听。不用了，娘，您尽快去打听一下上门求亲的礼数，该准备些什么东西。过段时间等我忙完，您就跟我一起去林家提亲。周大娘还沉浸在自己飞走的儿媳妇的悲伤里，没反应过来，只麻木地哦了一声。娘，您有没有听我说话？不是准备东西吗？是准备去林家提亲的东西。提亲？跟谁提啊？什么时候的事儿？为什么要提亲呢？你最近是不是干了什么混账事了？你不会是在镇上混回来谁家的好姑娘了吧？娘，你想哪里去了？我是那种人吗？那是怎么回事啊？是林桑，去跟林桑提亲。林桑？不行，人家现在有钱了，之前看不上你，现在更看不上你啊。儿啊，咱还是实在点，去看看别的姑娘吧。你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你呀。周汉无奈，只得将最近与林桑的往来，以及林桑已明确同意的事情，简略地跟他娘说了一遍。哎呦，我的好小子，你可真行，不声不响就把媳妇儿给搞定了，还是桑丫头这么好的姑娘。你放心，这次的事儿啊，娘一定好好办，保准办得风风光光的，绝不让桑丫头和亲家挑出理来。哎呦，佛祖保佑，真是佛祖保佑啊！又迫不及待地问：咱啥时候去呀？码头最近活多，等我忙完这一阵就回去，具体日子再定。好，我这就出去打听打听，上门提亲的都需要准备什么。这次可不能再唐突怠慢了人家好姑娘了。娘，你也不看看现在的天色，该吃晚饭了。你儿子我还饿着呢。放心吧，这次好媳妇儿肯定是跑不了了。哎呦，你看我这脑子，真是的！你赶紧坐着啊，我这就去给你准备晚饭。周大娘赶紧转身去了厨房。你这次回来打算住几天呢？明天我进趟山，顺利的话后天就走。天气这么不好，你还进山，可得注意安全。知道了，娘。周家屋子上空感觉得弥漫着轻松喜悦的味道。娘，这兔肉您留着，腌起来或者这2天做了吃，补身子。不，这兔子呀，我明天一早就给做了。红烧，你带去镇上给桑丫头他们尝尝鲜。不用这么麻烦，娘，这些您自己吃，她想吃什么，我在镇上给她买便是。你懂什么？买的能和自己家做的比吗？这是娘对未来儿媳妇的一点心意。娘做的红烧兔肉啊，那可是有独门秘方的，保管好吃。桑丫头操持家里辛苦，她家那几个弟妹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让他们都尝尝鲜，也显得咱们家心里惦记着他们。这情分呢，有时候不在东西贵贱，就在这点滴的心意上。让你带去你就带去，听娘的没错。好，听您的。您在家也别光惦记着我，该烧炭就烧炭，别舍不得，冻病了反而更花钱。知道了，我现在可得好好保养自己，身子骨硬朗朗的，将来呀还得给你们带娃娃呢。周汉被这话说的耳根一热，闷头嗯了一声，手上处理猎物的动作更快了些，心底却因母亲这句充满期盼的话泛起了一圈圈温暖的涟漪。那只漂亮的赤狐被他小心地放在阴凉通风处，明日拿去镇上皮货店买牛的钱便着落在此了。翌日清晨，这罐子厚实，布也裹得严实，一路带到镇上，肉应该还是热乎的。饼子也烙好了，你路上吃。娘，其实不用这么麻烦。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赶紧趁热吃，这天气冷，空着肚子赶路怎么能行呢？吃点东西身上暖和，才有力气。看着儿子吃得香，周大娘眼里笑意更深。见了桑丫头，替娘问个好，让她别太累着了。家里弟妹多不容易，这肉啊，让她和家里人都尝尝，别舍不得吃。知道了，娘。周汉应着，将瓦罐小心地放进背篓，又把剩下的饼子包好收起来。一切收拾停当，周汉背起背篓，推开院门。周大娘一直送到门口，站在薄薄的晨雾里，目送着儿子高大挺拔的背影渐行渐远。周汉背着沉甸甸的猎物，踏着寒霜来到了镇上最热闹也最考验眼力的东市皮货行。周老弟，今日可有好货呀？陈掌柜，您给长长眼。陈掌柜收敛了笑容，神色变得郑重。
他凑上前，先是整体打量了一下狐皮，火红的毛色在晨光下如同流淌的岩浆，蓬松丰厚的毛峰显示出这是一只正值壮年、营养极佳的成年公狐。皮毛是不错，可惜这剑伤位置，剥皮时需格外小心，费工费时。而且今年北边来的皮子多，行情不比往年。这样，25两银子我收了。陈掌柜，您是行家，这毛色、这完整度、这底容，是不是顶尖货？您心里清楚。30两少一个字儿，我拿去别家问问。别急嘛。周老弟，你还是这么爽快，30两这价钱实在太高了，我赚头就薄了。28两就当交个朋友，如何啊？周汉知道这已是接近合理的价位。陈江，这些欢子一定算了。陈掌柜这才松了口气，又检查了欢子，都是皮肉兼用的好货，一并作价1两半银子。最终，周汉怀揣着29两半雪花银，走出了陈记皮货，迎着朝阳的光线，大跨步往码头走去。我娘一早起来做的红烧兔肉，非让我带来给你们尝尝。她说让你别太累，家里弟妹多，你也不容易，别不舍得吃，以后她常做。替我谢谢大娘，让她费心了。周大哥，你吃过了吗？吃过了，娘烙了饼卷肉。昨日我不在码头，今天得赶紧过去盯着。这边的活计预计再有2、3日便结束了。等忙完这阵，我就回家准备，然后正式上门提亲。好，那我先去上工了。你快去吧。周汉深深看了他一眼，这才转身，大步流星地汇入码头忙碌的人流中。一直忙到早市的人潮渐渐散去，摊子前终于清闲下来，林桑这才有空将周汉带来的瓦罐打开。哇，好香啊！姐，这是什么肉啊？比咱家的羊汤还香。是周大娘特意做的红烧兔肉，给大家尝尝。他夹起一块，肉质炖得酥烂，几乎要脱骨。周大娘手艺真好。这肉太入味了。姐，以后周大哥是不是会经常给我们带好吃的呀？娘，刚才周大哥说他码头那边的活计再过2、3天就结束了，结束后他就准备正式上门来提亲。他既然有心呢，那就按规矩来吧。只要他是真心对你，娘也没啥可说的。周大哥人实在，有力气，也能护着姐。那我是不是很快就能喊姐夫了？那姐夫会给我买糖吃吗？孩子们童言无忌的话语冲散了最后一丝微妙的气氛。来，快吃吧，忙了一早上了，都多吃点。冬日温暖的阳光下，小小的摊位上弥漫着肉香和欢声笑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码头上的大件货物装卸已近尾声，只剩下些零散的收尾活计。周汉将最后一捆货物理顺码放好，抹了把额角的汗，便朝着码头管事房走去。哎呦，汉子来了，活都妥当了。赵总管，都妥了，我是来辞行的，这边的公事差不多了，我打算今日结算了工钱就回去。汉子呀，你是把好手，有力气也稳当，从不偷奸耍滑。这趟活从开工到现在整2月，你的工钱是1天50文，共是3两银子。另外，这最后几日你带着人收尾，调度的不错，多给你500文，算是奖金，一共是3两半银子，你点点。他将钱袋推给周汉，语气诚恳的挽留。虽说大宗的货船眼下不多了，但码头上的零碎活计总还是有的。以你的本事留下来，少不了你的活干，何必急着走？不如再干些10日，也多攒些家底。多谢赵总管这些10日的关照和挽留，只是家中确实有些要紧的事情须得回去处理，耽搁不得。等忙完了这一阵，若总管这里还有用得着我周汉的地方，我再来寻您。哈哈，成，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既然家中有事，那就先去忙。我这话放在这儿，这码头随时欢迎你回来，到时候可别忘了请老哥我喝杯水酒。一定。周汉正中应下，又与赵总管寒暄2句，这才转身离开了管事房。码头大货船的活计暂告段落，林老二也陷入了犹豫期。孩儿他娘啊，桑桑，码头那边的大宗货物快装卸完了，管事的找我谈了，要是继续留下来啊，以后就是些零散活计，工钱1天只有25文了。
这次活重但给的多，一天40文。我在想，现在是冬季农闲，能挣一个是一个，说不定还能再碰上大活计。王氏一听，眉头也拧了起来。他心疼男人在码头风吹日晒扛大包的辛苦，尤其是天越来越冷，那活计更是耗人。可一想到一天25文，一个月下来也是700多文钱的稳定进项，对于刚刚看到点盼头的农家来说，这诱惑实在不小。他张了张嘴，一时也不知道该不该同意，脸上写满了纠结。爹，这活不能干了。您看这天色阴沉沉的，我瞧着怕是过不了几天就要下大雪，到时候码头地面湿滑结冰，您扛着那么重的货物走上走下，万一脚下一滑，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那点工钱怕是还不够请郎中抓药的。咱家现在有这羊杂汤的生意，虽然辛苦，但进项也算稳定，不差那25文钱，您何必再去冒那个风险？哟，对，桑桑说的在理儿。他爹，那活太险了，不干了啊！咱不挣那个辛苦钱。爹，您回来正好，家里一堆事呢。您要是心疼我们，就在家歇2天，然后来摊子上帮我们，或者在家多劈些柴火，咱们冬天用量大。还有，我想着您手艺好，能不能给咱这个摊子搭个更结实、更宽敞的棚子？万一真下雪了，也能给客人们遮一遮，免得大家喝口热汤，还吃一口冰碴子。成，听我闺女的，不干了，爹回去就给你们搭棚子，保准弄得妥妥当当的。对了，爹，周大哥那边活计也快结束了，他说忙完就上门来提亲，咱们这摊子也该歇业1-2天，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好小子，动作够快的。提亲好，这是大事，是正经事儿。摊子歇2天就歇2天，正好啊，这几天天气冷，咱就回去可以好好的拾掇。周汉这小子办事倒是真利索，也懂得领数，知道正式上门。这未来女婿是越看越满意呀，比起那区25文工钱，当然是女儿的终身大事更重要。家里的日子眼看着是越来越有奔头了。你可快小点声吧，声音那么大，不知道的还以为你闺女多么恨嫁呢。哼，哪有你这么当爹的？我这不是得了好女婿高兴吗？谁家女婿都没有我家这个贴心，我是10万个满意呀。到了那天啊，你可矜持点，咱是女方，可不能太上杆子了，要不平白让人低看一眼啊。我晓得，我就是高兴嘛。简单的聊天透出大家都满意的喜悦，林桑想这也是达成所愿了吧。嘿呦，爷，您又来了，可是看中了那头牛？就它，25两，今日签走。管事见他如此爽快，也不再啰嗦，痛快地办了交割手续。再配一辆结实的板车，要能经得起每日往返镇上的颠簸。爷，您看这辆，枣木车架，槐木底板，最是耐用，拉货载人都稳当。这寻常价格呢，得要1两2钱银子。您今日连牛带车一起置办，给您算个整数，1两银子。可以。他爽快地又数出1两银子。管事接过钱，笑得见牙不见眼，只觉得这位客人大气又痛快。爷，您这又是牛又是车的，想必是要经常往来运送东西。这大冷天的呀，车上没个遮挡可不行。这个旧车棚啊，是之前一位老主顾换下来的，这东西绝对好用，遮风挡雨最是实在。这放着也是放着，今日就送给您了。您套在板车上固定好，往后不管是拉货还是做人，都能少受些风寒雨雪的。多谢。您客气。以后家里牲口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于是周汉牵着新买的黄牛拉着配备了遮风挡雨车棚的新板车，一行人颇为惹眼地离开了牛行。他看着这套齐全的行头，心中踏实，这份提亲的大礼想必能真正帮到林家，也更能体现他的诚意。汉儿，这是你哪来的钱买牛啊？咱家又没有地，买它做甚？这得花多少银子呀？娘，这牛不是给咱家用的，是给林家的。给林家？天越来越冷，桑桑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要赶着坐牛车去镇上，收摊后又要赶着回来，老的老，小的小，太遭罪。林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一时半会儿肯定拿不出来钱买牛，这牛是前几日上山猎的赤狐换钱买的，就先给他们用着。
这次去提亲，咱们备上厚礼，再把这份大礼送上，既解了林家的燃眉之急，全了两家的颜面，也显得咱们诚心诚意，是真心实意的想结这门亲，不是空口白话。您觉得呢？好孩子，想得对，想得周到。桑丫头是个好的，她家也不容易，咱们能帮衬就帮衬些。这牛送得好，比什么虚头巴脑的场面话都强，娘支持你。娘，提亲要准备的物事您可都打听清楚了，咱们这次一定要按照最高的规格来，绝不能怠慢了林家，委屈了桑桑。打听了，娘特意去了村里，找了最懂礼数的老佛爷和王媒婆，仔仔细细问了好几遍。老佛爷说了，咱们庄户人家呀，寻常聘金在6两到8两之间就算丰厚了，但你说要高规格，娘想着咱们咬牙备足16两，取个6大顺的好兆头，也显得咱们家看重桑桑。这些年你打猎还有外出做工拿回来的银子，娘都存了起来，线下准备聘礼以及你们成婚，应该是顶够了。还有聘礼、茶叶、4色干果必不可少，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寓意早生贵子，圆满多子。酒水要2坛，上好的女儿红，或者是咱们家本地的好酒，寓意长长久久。还有3牲，要准备2对鸡、鱼、猪肉，都得是整的，显示咱们的诚意。聘饼嘛，要8斤，让林家可以分赠亲友，告知喜讯。布匹，娘想着给你和桑桑各扯1身好料子做新衣，再给林家弟妹们也带些尺头。周大娘说到这里，小心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首饰，这是娘当年出嫁时你外祖母给的陪嫁，一直没舍得动，这次拿去给桑桑，算是个念想。周汉看着那对显然被母亲珍藏多年，依旧光泽温润的银镯，心下动容。娘，这太贵重了。什么贵重不贵重的？给未来儿媳妇的，什么都值得。再说了，咱家现在能拿出的体面东西也就这个了。再是媒人，王媒婆已经答应出面了，她会全程跟着，该说什么话，该行什么礼，她都懂。最后是吉日，娘已经请人看过了，3日后就是黄道吉日，最宜纳采问名。明天呢，你再陪娘去一趟镇上，把该买的礼买回来。再就是啊，给你裁一身新衣裳，到时候体体面面的去提亲。好，娘，都听您的，就按这个准备。他看着院中悠闲甩着尾巴的黄牛，又望了望林家坳的方向，心中充满了期待。这一次他定要风风光光、诚心诚意地将他的姑娘定下来。镇上的清晨，林家摊子前依旧热闹非凡，冒着白气的羊杂汤和焦香的烤饼驱散了码头的寒意。各位大哥、老伯、老主顾们，打扰大家一下啊，跟大家伙说个事儿。承蒙各位呢这些时日的关照，我们这小摊子呀才能支棱起来。明个开始呢，我们家里啊有些要紧的事儿，得歇业几天，暂时呢就不能出摊了。具体哪天回来现在还说不准，但等事情一忙完啊，我们肯定马上回来。啊，要歇业呀？这可怎么办呢？我这一天不喝你们家这口汤，浑身不得劲儿。是啊，老板娘，你家这汤味道正，饼子也实在。你这突然不卖了，我们这早饭可没着落了。林家嫂子，这家里是出啥事儿了吗？要紧不？哎呦，没事儿没事儿，劳大家惦记了啊。是家里啊有点喜事要操办，忙过这几天就好了啊，到时候就好了。各位放心，就是家里有点事儿，忙完了就回来，保证还是这个味儿这个料。这几天对不住大家了，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哎呦，原来是喜事儿啊，那恭喜恭喜啊！小老板，那可说好了，忙完了赶紧回来，我们可都等着呢。就是啊，这码头少了你家这口锅，香味都淡了一半。早点回来啊，到时候我们还来捧场。熟客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叮嘱着，话语里满是真诚的挽留和祝福。林桑和王氏连连道谢，心里被这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填得满满的。连着在镇上忙碌了多日，骤然歇下来，林家人只觉得浑身骨头都透着一股松弛下来的惫懒，却也难得地享受着这片刻的清闲。哎呦，林嫂子，今日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得空在村里闲逛呀？镇上那金柜摊子不忙了？
摊子呀没啥事儿，好着呢。就是孩子们啊连着忙活，人都累瘦了。正好家里也有些事儿，就商量着歇业几天，让大家也喘口气儿。啊，歇业？那得多耽误挣钱呢。可是镇上出了啥事儿？有人找麻烦？没有，真没事儿。码头那些管事儿们都挺照顾我们的，就是家里啊自个儿有点事儿，得料理一下。哦，家里有事，还是喜事儿？我瞧着嫂子你这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后头去了，该不会是咱家桑丫头的好事近了吧？呀，真的吗？桑丫头许人家了？许的是哪家呀？可是镇上的人家。我就说嘛，这桑丫头那么能干，提亲的还不得踏破门槛啊！哎呀，李嫂子，快别卖关子了，赶紧跟我们说说，到底是哪户人家这么有福气啊？哎呦，你们这群人精，什么都瞒不过你们。是有点眉目了，但眼下呢，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等过几天呢，到时候啊，大家自然就知道了。哎呦，这还保密呢？肯定是门好亲事呢，看把李嫂子给乐的。莫不是真让镇上哪家掌柜的看上了？我看不像，这说不定啊是咱附近村里有出息的后生。到时候啊，请各位吃糖啊，吃糖。说完便借口要去摘菜，摆脱了众人的围堵，挎着篮子快步往自家菜园子走去。身后老槐树下的议论声却更热烈了。关于林桑许了哪户好人家的猜测，如同长了翅膀，迅速在小小的林家坳传扬开来。哇，今天有炒鸡蛋和排面馒头。呵，姐姐做的饭最香了。都累了好些天了，是该吃点好的补补。一顿饭吃得一家人心满意足。饭后，王氏放下碗筷，清了清嗓子。周家那边呢，估摸着这1、2日啊要上门了，咱们家呢也得拾掇拾掇，不能失了礼数。今天啥也别干了，全家一起把这屋里屋外的彻底打扫一遍。林家这院子是典型的农家格局，王氏开始分派任务。他爹啊，你力气大，负责把院子呢再彻底的清扫一遍，水缸挑满，再把屋前屋后的呀杂草给清理一下。百哥啊，你帮你爹打水，再把你们兄弟俩的那屋啊收拾利索，被褥都抱出来晒一晒。松哥，你负责擦桌椅板凳，还有堂屋的窗户。苗丫头，你最小，就拿小抹布呢帮你姐姐啊擦擦屋里矮柜什么的。桑桑，你心细，带着苗丫头把你们那屋还有咱这堂屋，我跟你爹那屋都好好的规制一下，犄角的嘎嘎啦啦都不能放过。我呢去收拾厨房和西厢房。哎，好的娘。分工明确，众人立刻行动起来。一时间，小院里充满了忙碌的景象和各式声响。待到日头西斜，一切都收拾妥当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哎呀，都给我听好了啊！从今天开始呢，谁要是再把这屋弄得乱七八糟，就自觉的往堂屋那个木箱子里啊放上10文钱。听见没？10文钱？娘，这也太多了。哼，知道多呢，就给我仔细着点儿，谁弄乱了谁放，绝不姑息。孩子们纷纷保证绝对遵守规矩。他爹啊，明天你带着百哥去镇上采购，周家上门，咱们招待啊也得像样点儿。茶叶得买一些，酒呢也备上2壶，糖果、干果、红枣、花生、桂圆、莲子，这些寓意好的都不能少。再搁上几斤肉，买条鱼。买点豆腐、青菜，明天中午得留饭。行，我晓得了。一家人简单吃了晚饭，就着屋里新添的、烧得旺旺的炭火，都觉得浑身暖融融的，带着对明日的期待和忙碌后的疲惫，一夜好眠。第2日清晨，天空竟纷纷扬扬地飘起了细碎的雪花。王氏看着天色，心里有些担忧。赶紧去啊，买齐了就回来。这路上滑，李老伯的牛车啊，今天肯定是不愿意多等。细细一番叮嘱，目送父子俩离开。而周家这边，东西早已在前1日就采买齐全。周大娘正在堂屋里一样一样的仔细整理，脸上带着郑重的喜悦。16两用红纸封好的聘金，上好的茶叶，4色干果，2坛酒，1对活鸡，1对大鲤鱼，
一大刀猪肉，8斤聘饼给林桑和林家弟妹们的布皮尺头，以及那对用红布包好的银镯子。汉儿啊，这下雪了，路怕是不好走。娘，没事儿，这是初冬的头场雪，下不大的，地上积不住，有这车棚呢，东西也淋不着。明天一早再把你买的那对大红花绑在牛角上和车辕上，咱们风风光光的去林家。汉儿啊，还有一桩，娘想着，人家提亲，一般男方家里都有宗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跟着，才显得重视。咱家，要不娘拿点东西去请你三叔公，他毕竟是咱周家族里如今最年长的。不必了，娘，我们早就自立门户，与他们没什么往来。林家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们也不会介意这些虚礼。也是，娘也不爱去看他们的脸色，只要亲家不介意，那都不是事儿。哎，你快去把那牛车再摆弄一下呀，确保明天万无一失。弄完了进屋，试试娘给你新做的那身衣裳，看合不合身。不合身，我再赶紧给你改改。周汉应了一声，转身去院子里最后检查牛车和车棚的牢固程度。陈嫂子在家吗？哎，在呢，在呢。哎，是林家嫂子呀，快进屋坐。林婶子，哎，小马也在家呀。那个陈嫂子，明天家里呢有喜事儿，想请你过来帮衬一下，做顿晌午饭，不知你方不方便啊？他说着，又将剩下的鸡蛋递过去。哎呦，林家嫂子，你这太客气了，乡里乡亲的，帮个忙算什么呀？还拿什么东西啊？方便方便，我啊明儿一准去。林婶子，是桑桑的未婚夫要上门了？是啊，明天啊上门提亲。林婶子，那我今天能不能先去你们家找桑桑玩啊？我保证不捣乱。你这丫头。行啊，正好桑桑呢今天在家收拾，你去了也跟他说说话。走吧，跟我一块儿回去啊。谢谢林婶子。陈小满欢呼一声，也顾不上跟他娘再多说，拉着王氏就往外走，迫不及待的要去见自己的好姐妹。小满，你怎么来了？今天不用去学刺绣吗？今天放假。嫂嫂，林婶子说明天就有人上门提亲了，是真的吗？哎呀，你快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家的儿郎？是不是村里传的那样，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他连珠炮似的发问，满脸都是好奇和替姐妹高兴的兴奋。是真的。哎呀，是谁嘛？你快告诉我嘛！周汉。周汉？哪个周汉？是邻村那个，大家都叫他周痞子的周汉。哎呀，桑桑，你怎么会？他怎么你怎么能跟他定亲呢？林桑看着陈小满，眼中真切的关心。小满，别人口中的他和真实的他是不一样的。他确实有力气，也敢跟人动手，但那都是因为保护该保护的人。你不知道，他在码头干活，为人其实很仗义，管事们都信重他。他帮我们家在码头找到了摆摊的地方，没人敢来捣乱。我爹在码头干活，他也时常暗中照应。他看起来是凶，可心肠是热的，做事有担当，对我也很好。他跟他娘孤儿寡母的，以前被人欺负得狠了，才不得不硬起心肠保护自己。其实他那里是个很实在的人。陈小满认真的听着，看着林桑说话时眼中那抹不自觉流露出的光彩和笃定，那是装不出来的。嘿嘿，真好，桑桑姐，我就知道你的眼光不会那么差的，你能看上的人肯定是有他的过人之处。哎呀，被你这么说，我倒是更好奇了。明天我倒要好好见见这个传说中的周痞子到底是哪般的英雄人物，能把我们林家傲最能干、最聪明的桑桑姑娘给拐走了。哎呀，什么英雄人物，就是个普通人。哎呀，你别瞎说。两个姑娘相视一笑，房间里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气息，都在期待着明日的到来。送走了陈小满，一家人吃过午饭后，王氏就开始有些坐立不安。哎呦，怎么还不回来啊？可别出了什么事儿啊！娘，再等等吧，许是路上不好走，慢了些。实在不行，一会儿我让百哥，不，我跟百哥去村口迎迎。正说着，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哎呦，可算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啊？路上没事吧？啊，没事没事，就是路上有点滑，李老伯赶车格外小心，不敢走快，所以耽搁了些时辰。东西都卸到了厨房，
王氏清点着采购回来的茶叶、酒水、糖果、干果以及各种肉菜，心里有了底。他爹啊，东西都齐备了，这请人的事儿也得抓紧啊！啊，你这就往老宅跑一趟吧。明天是桑桑定亲的大日子，爹娘必须请过来坐镇的，这是礼数啊，也得给桑桑做做脸。至于你大哥一家叫不叫的，你自个儿拿主意吧。啊，另外族里那边，虽然咱们平日里走动的不算勤，但这样的大事儿，该请的长辈还是得请，免得落人口实。到时候说咱们不懂规矩。林叔公是族里如今最年长的，二爷爷家的唐伯呢是现任的族长，这2位是无论如何都要请到的。我晓得轻重，我现在就去。王氏给他装了一包上好的烟丝和一包刚才买的糖块，那带上，空手上门啊不好看。林老二接过东西揣进怀里，再次踏着已经开始融化的雪水，朝着老宅和族中长辈居住的方向走去。姐，你真好看！天哪，桑桑，我都不敢认了，这真是仙女下凡了吧？两人不由分说，一左一右拉着略显羞涩的林桑就往外走，非要让大家都看看。哎呦喂，这是谁家的俊俏姑娘呀？我们都不敢认了。哎呦，这桑丫头一打扮呀，可真是标致呢。看看这气色，这身段，真是女大18变呀，越变越好看。哎呀，我这又能干又俊俏的女儿，真是便宜了周汉那小子了。只希望桑桑的眼光啊一直没变，那周汉啊能真心待他，小两口日后和和美美，我这当娘的也就放心了。我这么出挑的女儿，何该配最好的男儿？正热闹着，林老头、林老太太、林福以及请来的林叔公、唐伯族长几位族老到了。王氏和林老二赶忙迎上去，热情地招呼大家上炕喝茶吃点心。林老二和林福陪着族老和父亲说话，堂屋里一时充满了寒暄和笑语。桑桑啊，上次是爷奶没用，让你受委屈了，没想到这次你爹啊他糊涂，怎么能给你找个那样的人家？那周汉。奶奶，您别难过，上次的事儿不怪，这次是我自己愿意的。啊，你自己愿意？那周汉的名声那么坏。奶奶，名声都是外人说的，他有力气，有担当，知道护着家里人，对我也很好，他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哎呦，你这孩子啊，就是太要强。奶奶，您见到他或者时间长了就知道了。孙女儿确信，跟了他，我一定会幸福的。见他如此坚持，林老太太也不好再说什么。哟，二弟家今天可真是热闹呀！这么大的喜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要不是娇儿听见动静，我们还蒙在鼓里呢。只见宋金花带着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林娇儿不请自来，扭着腰就进了院子。大嫂和娇儿来了呀，快进来！本就是一家人，何须通知啊？既然来了，那就一起坐下，帮着看看未来的侄女婿和姐夫，也好认认人啊。日后见面也不至于生分。宋金花被王氏这不软不硬的话噎了一下，干笑2声，拉着林娇儿找了个角落坐下。哼，装什么大度？我倒要看看那周痞子今天能不能给你们什么脸面。林娇儿也扬着下巴，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和等着看笑话的优越感。今天你给我安分点，老老实实的待着，要是敢捣乱，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小插曲过去，屋里屋外重新恢复了热闹。哎呦，亲家母、林大哥，这实在是不好意思。按理说，今天这样的好日子，我们男方家该多来几位长辈族人，才显得郑重。只是不瞒大家，我们周家人丁单薄，实在是请不到更多长辈来撑场面了，还请亲家见谅。哎呀，周家嫂子，你这说的是哪里话？快别这么说啊！咱们结亲家看的是孩子的人品和心意，是你们母子俩的为人。至于那些虚头巴脑的排场，不讲也罢。快进屋里坐呀，外边冷，进屋呢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是啊是啊，咱不讲究那些虚礼，快请进，快请进。周汉的目光则越过众人，直直地落在被王氏护在身边的林桑身上。看到他今日格外不同的明媚模样，他眼神一亮，耳根微微泛红，冷硬的唇角难以抑制地向上弯起。晚辈周汉拜见林叔、林婶。晚辈周汉拜见各位族老，拜见林爷爷、林奶奶。周汉，是那个周痞子！天爷，竟然是他！哎呦，林家怎么舍得把闺女嫁到这样的人家去啊？而林家长辈跟族老也是神色各异，刹那间气氛都有些尴尬。王媒婆一看这种情形，瞬间脸上堆起了职业性的笑容。哎呦喂，看看咱们周家小哥，真是一表人才，礼数周到。林大哥、林大嫂，还有各位长辈，这位就是咱们今天提亲的正主，邻村周家的独子周汉。今有邻村周家子周汉，睦邻家淑女林桑贤德淑能，特备薄礼前来求亲，请大家伙儿一同做个见证。他话音一顿，目光扫过全场，成功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连院子里的人都踮着脚往里瞧。他指着桌上那堆贴着红纸的礼品，开始唱礼：聘金16两整，上等茶叶4罐，4色吉祥干果，陈年好酒2坛，鲜活3升2对，精致聘饼8斤，上好的棉布细布各2匹。话音刚落，周围响起一片低低的吸气声。16两，这在农家可不是小数目。以上这些啊，还只是寻常礼数。周家嫂子和小哥为了表示对桑桑姑娘的万分看重，还特意备下了2样压箱底儿的大礼。这第一箱压箱礼是周家祖传的一对10足银镯，由周家嫂子珍藏多年，今日赠于未来儿媳，盼她身体健康，福泽绵长。这也是周家代代相传的一份念想和祝福。嚯，银镯子！这第2箱压箱大礼也是今日独一份的厚礼，请看院外，健壮黄牛1头，外加带棚板车1辆。从今日起，这车这牛就留在林家了。周家小哥说了，天寒地冻，岳父岳母、桑桑和弟弟妹妹们往来镇上辛苦，这牛车就算是他这未来女婿提前尽的一份孝心，给家里行个方便。愿林家日子越过越牛气，生活一步一车印，稳稳当当向前奔。就这手笔，放眼他们整个林家坳，桑桑绝对是第一人。什么名声不好，什么脾气不好，就问谁家姑娘能有这份体面。其余人之前所有的震惊、质疑，因周汉这个名字带来的种种偏见，也在这一刻，在这实实在在、厚重的超乎想象的聘礼面前，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震撼、羡慕和彻底的改观。林大哥、林大嫂，周家这份求亲的心意可谓是十足实啊，沉甸甸的。现在就等着您2位和各位长辈的一句话了。周家嫂子、周汉贤侄、王媒人，还有各位长辈乡亲们，这份心意、这份聘礼，我们林家收到了，也看到了。周汉这孩子，我林老二在码头上跟他打交道不是1天2天了。别人怎么说他，我管不着，但是我亲眼所见，他有力气，肯干活，讲义气，管事器重，公有信服。更重要的是，他心正，知道疼人，知道顾家。把桑桑交给他，我放心。亲家母，不瞒您说啊，之前村里那些风言风语啊，我这心里也是7上8下过。可今天呢，看到您跟周汉准备的这些啊，看到这份的实实在在、沉甸甸的心意。尤其是想到这牛车呀，是为了让孩子们少受罪，我这心里那疙瘩啊，所有的都解开了。我们桑桑能遇到周汉是他的福气，这门亲事啊，我和他爹同意。好，这就对嘛，郎才女貌，天作之合。院内院外立刻响起一片叫好声和赞同的议论。周大娘听着这斩钉截铁的同意2字，激动的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周汉紧绷的脊背机不可察地松弛下来，看向林老二和王氏的目光里充满了感激与郑重。爹娘，各位叔伯族老，您几位都是长辈，经历得多，看得也远。今天周家来提亲，我和孩儿他娘啊是点头了，也想听听您2老和各位长辈的意思，给孩子们长长眼，把把关。老大媳妇说的在理，聘礼是厚道，
人看着也还周正。既然你们当爹娘的都觉得好，孩子自己也愿意，我们老的还能说啥？好好好，只要你们往后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桑桑觉得好，那就好。聘礼足见诚意，后生瞧着也是个能扛事的。既然父母首肯，两情相悦，我等自然乐见其成，祝福一对新人。好，好，好，这可是咱们林家傲的大喜事儿，定下了，定下了。唐伯族长也笑道：“至此，所有的程序圆满礼成。礼成，两家结秦晋之好，恭喜周家，贺喜林家。”满堂的喜庆气氛瞬间被点燃，道贺声、欢笑声此起彼伏，阳光透过窗棂，暖暖地照在每一个人脸上，也照在那对即将开启新人生的年轻人身上。角落里的林娇儿脸色却是越来越难看。凭什么？林桑一个被退过婚的，凭什么能找到这样肯为他一掷千金、眼神如此专注的男人？而自己千挑万选，好不容易从林桑手里抢来的秀才郎，除了几句空泛的诗词和清高的姿态，又给了他什么实质的好处？他再也待不下去了，只觉得这满屋的喜庆和那两人之间无形的温情都像是在嘲笑他的失败。他猛地站起身，也顾不上旁人投来的诧异目光，铁青着脸，扭身就冲出了堂屋，径直往院外跑去。这孩子可能身体不太舒服呀，我去看看啊。娇儿，你去哪里呀？说完，也脚步匆匆地追了出去。他们母女这一番动静虽然不算太大，但在眼下这其乐融融的氛围里，也显得格外突兀和扎眼。你看看他们娘俩，这像什么样子啊？一点规矩都不懂。今天是他堂姐定亲的大好日子，是咱们林家二房的大喜事儿。他们倒好，摆脸色，甩袖子走人。这是存心要给桑桑难看，打我们老林家的脸呢。我告诉你老大，回去可不能再由着他们这般的任性胡闹了。金花那张嘴，娇儿那性子，再不好好的管教，哪天非得给你惹出大祸来不可。到时候我看你这脸往哪儿放，我们老林家的脸又往哪儿搁。娘，您别生气，儿子知道了，回去呀，我一定好好说到他们，绝不能再让他们这么没轻没重的。光说到有什么用啊？你得拿出当家人的样子来。老太太余怒未消，但看着大儿子唯唯诺诺的样子，也知道不是深究的时候。罢了，先顾着眼下吧，别让这两颗老鼠屎坏了大家的好兴致。林父连连称是，心里却沉甸甸的，打定主意回去后定要好好约束妻女。哎呦，我的小祖宗哎，你别哭了，快起来，仔细哭坏了眼睛。凭什么呀娘？你告诉我凭什么？他林桑一个被人退过婚的，凭什么能找到周汉那样的？那些聘礼，那牛车，我的明远哥，他除了会念几句三诗，他给过我什么呀？哎呀，你跟他比什么比呀？那周汉有什么好的？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谁知道那钱干不干净？你忘了他的名声了？打架斗殴，凶神恶煞的，嫁过去指不定哪天就被他给打了，哪有你的明远哥好呀？好什么好？明远他娘抠搜的要死，他自个也是一个不通书务的书呆子，除了功名，他还能给我什么？你看周汉看林桑那眼神，他分明是把林桑捧在手心里的。张明远何时那样看过我？这眼神能当饭吃啊，傻丫头！那周汉就是个莽夫，你的明远哥可是秀才相公，将来是要中举人当大官的，到时候呀，你就是官太太，穿金戴银，使奴换婢。他林桑一个摊贩娘子，拿什么跟你比呀？到时候只有他羡慕你的份儿。娇儿，你听娘的，咱们眼光要放长远，别被眼前这点子东西迷花了眼。
那周家就是暴发户，没根基。咱们秀才宫的前程啊，那才是实打实的。等你当上了官太太，什么牛车、银镯子，那都不值一提。林嘉儿抽噎着，母亲的话像是一剂强心针，暂时压下了他心中的翻腾。是啊，明远哥是秀才，是有功名的人，将来是要做官的。周家小子好样的，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这碗酒你得干。汉子，以后可得好好待我们桑桑。周大哥，恭喜恭喜！行了行了，你们这群人啊，差不多就得了。真想把我们未来女婿给惯趴下，让他出丑啊啊！快让他吃点菜垫垫肚子。汉子，快喝口汤解解酒。哎呦，这还没过门呢，丈母娘就心疼上了，哈哈哈哈！看看，王氏这心呐，都快偏到胳肢窝喽。周汉，你小子好福气呀，还没娶媳妇儿就先得了丈母娘的心。去你们的啊！我心疼我女婿，怎么了？有本事你们也找个这么能干又实诚的女婿去。谢谢婶子。宴席从正午一直持续到日头偏西，宾客们才陆续心满意足地散去，留下满院的杯盘狼藉和尚未散尽的喜庆气息。喝点茶解解腻，今天辛苦你了。不辛苦，我很高兴，你爹娘还有族人都认可我了。我早就说过，他们了解你之后一定会认可你的。林桑，我会对你好的，以后我们家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我不会让你后悔今天的选择。我知道，我信你。冬日傍晚的风带着寒意，但他们站在这里，却仿佛拥有了抵御一切寒冷的温暖力量。日头西沉，天边只剩下一片绚丽的晚霞。周林两家在王媒婆的见证下，交换了2人的庚帖，约定好算了日子后再上门，就准备告辞了。说，婶，天不早了，我们这就回去了。你们把牛车驾回去吧，路虽不远，但天快黑了，有车方便些。不用，就隔壁村，几步路就到了。这牛和车既已送来，就是林家的了，哪有再带回去的道理？他留在这里，明天你们去镇上，或是平日拉个东西都方便。也不差这1、2日，路不好走，赶着牛车呢，你们也能早点到，我们也都安心。真的不用，亲家母，我们现在走，回去啊还能看到路，不要紧的。放心吧，熟门熟路的，不要担心。倒是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嗨，说什么呢？这一家人啊，不说2家话。周汉最后看了一眼林桑，目光交汇，无需多言，彼此心意已通。他对着林家人点了点头，便转身和周大娘、王媒婆一起踏着霞光朝着村外走去。院子里，帮忙的婶子、嫂子们已经将杯盘碗筷收拾得差不多了，正坐在院里歇口气，说着今日的见闻。哎呀，今儿个呀，可真是辛苦各位妹子了。来，都别客气啊，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这些剩菜呢，要是不嫌弃，都带些回去。晚上给家里的孩子、男人啊添个菜，也省得你们再开火做饭了呀。哎呦，林嫂子，这怎么好意思呢？哎呀，就是啊，我们这都吃过了，还拿这么多回去。对呀，你们自家留着吃吧。拿着，跟我还客气什么？今天要不是你们帮忙，我哪能张罗这么一大摊子？必须拿着啊，不然我可生气了。哼。成，那我们就厚着脸皮打这个秋风了啊！谢谢林嫂子。这年头谁家都不宽裕，能带着这么一碗扎实的肉菜回家，家里人不知得多高兴。送走了千恩万谢的几位帮工婶娘，院子里终于彻底安静下来。翌日清晨，天还蒙蒙亮，林家小院便有了动静。好家伙，真是好牲口！瞧瞧这身板，这蹄子，正是出力的时候。爹，有他拉车，咱们以后去镇上可就轻松多了，娘和姐姐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是啊，周汉这孩子真是送到咱们心坎儿里了。林老二脸上露出憨厚又满足的笑容。这牛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代表着未来女婿对全家的一份沉甸甸的心意和保障。哎呦，林老板、林嫂子，你们可算回来了。就是，这几天没喝上这口汤，浑身都不得劲儿。
我们还以为你们不干了呢。众人七嘴八舌地表达着想念。嘿，天大见了，这牛可真精神。哎呦，这车棚好啊，看着就暖和，往后刮风下雨都不怕了。林家真是发达了呀！啊，都置办上牛车了。托大家的福，前几天家里办喜事呢，歇了几天。来，请大家吃糖，沾沾喜气。喜事儿？什么喜事儿？是我们家桑桑正式定亲了。哎呦，恭喜恭喜！这可是大喜事儿啊！桑丫头这么好的姑娘，定了哪家的后生啊？喏，就是这牛和车的主人，我们未来的女婿送的。说孩子们往来辛苦，给家里行个方便。我的天哪，这女婿大气啊！哟，这还没有过门呢，就送上牛车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心意呀！这桑丫头啊，也是个好福气，找了个知道疼人的。林嫂子，你们这可是找了个好亲家，这后生会办事儿，靠谱。怪不得前几天歇业了，原来是去办定亲大事去了。恭喜恭喜啊！新的一天，在新的牛车带来的便利和众人的祝福声中开始了。林家的摊子前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热火朝天的景象，空气中弥漫着羊汤的香气、烤饼的焦香，以及浓浓的充满希望的烟火气。然而，在这片热闹景象的不远处，一家名为杨记面馆的铺子里，掌柜的杨老五正倚在门框上，眯着一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林家摊子的方向。哼，杨杂堂倒是会琢磨，抢了老子不少生意，如今连牛车都置办上了，你家倒是发达了。以前还能说对方是摊子，自己是铺面，好歹有点优越感，如今人家连牛车都有了，这排场眼看就要赶上他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和不甘如同毒藤般缠绕上他的心，他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一个外来摊子把他击垮。那牛车，那热闹，在他眼里都成了赤裸裸的挑衅。